过了半个时辰，清河村所有村民都登记完毕，宁川兄妹也成功的办理了新户籍。宁川如释重负的吐了口气，看了看手中的新户籍，恍若做梦一样。爹娘，我定会带着妹妹好好活下去的。走吧，咱们还要赶去官府批的落户的村庄呢。新的户籍需要他们去新的落户地点报到，以后由新的村长统一收回旧户籍去官府办理。由于他们来得晚，很多好的村庄都已经被选完了，他们就只能分到条件差一些的村庄了。官府分给他们的是最接近边境的苍河村，那里的土地不够肥沃，离镇上又远，时常有异族骚扰，真不是个好地方。不知道新的村长人怎么样啊？咱们都是外来的，不知道会不会区别对待咱们。是啊，这之前担心活不到找不到安身的地方，找到了吧，又担心日子不好过，终究是背井离乡了，哪能事事都如意呢？是啊，我这一时半会儿的还真是接受不了别人做咱们村长，要是村长一直是咱们村长该有多好啊。这话说出了众人的心声，大家都点头赞同。村长红了眼睛，又很快的克制住了。说的什么话？到了苍河村可不能再说这些话了，万一新村长听了心里头不高兴，咱都没好日子过。你们心里认同我高兴着呢。当了那么多年村长，我也该歇下了，你们就放过我这把老骨头吧。村长哪里老了？我可是见过村长提刀砍人的，生猛着呢，再干个20-30年完全没问题。就是，也不知这村长能不能换，到时候咱们极力推荐你上去，再给咱们当几十年村长，咱们就服你管呢。村长赶紧抬手劝他们。哎呀，这话在我这里说说就行了，到了地方可别乱说话，咱们人生地不熟的，这话传出去容易得罪人的。杨婉点头，村长这话说的不错，说是那位新村长气量小，那听了这话怕是更得针对他们了。村长一家那更是要被推到风口浪尖上。各位叔伯，还是听村长的吧，咱们心里有村长就行，这话要是传出去了，村长家的日子还怎么过呀？大家都往好处想，万一新村长是个公正的呢？就算不是，咱们村那么多人口，谁还能明目张胆的欺负咱们不成？村民们在路过的镇上买了不少生活必需品，虽然比战乱之前贵了不少，可是比有钱没地儿买还是要强上许多的。如此又走了2天，终于赶到了苍河村。村子的入口处有个老汉坐在树荫下抽着旱烟，村长见着，3两步走到他的近前，笑容和煦地问：这位老伯可是苍河村的村长？老汉不答，瞥了瞥村长身后的众人。你是他们领头的？我原是他们的村长，如今重新落了户，自然一切以新村长做主。老汉满意的笑了。哈哈，我便是你们的新村长，跟我来吧。众人心下一顿，这才刚来便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，新村长怕不是个好相遇的。走的过程中，他们得知新村长名叫罗仁海，苍河村姓罗的占了大半，几乎都是本地人，其他姓氏的都是近几年从其他地方迁过来的，但是大多都是建州百姓。像他们这样完全是其他州府逃难来的，是苍河村的第一批人。罗仁海带着他们走到村子的最西边，那里是离边境最近的地方，也是离河最远的地方。离河远倒不是什么大事儿，顶多就是生活不太方便一些，自己打井也能解决用水的困难，就是种地的时候可能有些麻烦。但是离边境近，这就很危险了，异族一旦潜入，首当其冲遭殃的便是他们。清河村的村民们内心十分复杂，果然是人离相见。在被罗仁海带到一大片杂乱不堪、无从下脚的空地后，村民们内心的愤怒达到了顶点。村里没有多余的房子，这便是分给你们建房的地基，你们若手里有钱可以起房子，没有钱就搭个窝棚住着吧。村里没有多余的房子，这便是分给你们建房的地基，你们若手里有钱可以起房子，没有钱就搭个窝棚住着吧。这片地到处都是乱石，很多地方凹凸不平，人走在上面都得十分小心，明显不是能建房的地基。所有村民都黑了脸，有脾气暴躁的当场撸起袖子就要去问个清楚，被村长给拦住了。这不是他们能任性的地方。村长堆起笑脸，走到罗仁海跟前，用商量的口吻问道：罗村长可否帮我们换出地基呀？此地实在不方便建房啊。罗仁海冷笑一声：哼，
这还条件上了？能有处地方收留你们这些难民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。城里条件好呀，你们怎么不去城里买房？地我已经带你们来了，见不见房随你们便。村民们一路走来，村里的情况大致看了个七七八八。明明比这里更适合做地基的地方多的是，他偏偏带他们来最不能做地基的地方，说不是故意针对他们的，谁信呢？罗村长，我们这么多人，且不说您批的这块地不适合建房，就算是勉强收拾出来建房，也不够这么多人分呢。说罢，又指了指来时路过的一处平整的地方，道：明明那里便有处更合适的地方，为何村长非要带我们来这处？可是有别的用意？罗仁海沉着脸，那处地方确实更适合建房，可他就是不想给这队人。他们人多势众，之前又是一个村的，有自己的村长，到了苍河村，能心甘情愿听他的吗？那处地方有人了。有人为何不建房？有多少人？我看那里那么宽敞，加我们这队人应该是没问题的。罗仁海彻底的黑了脸。怎么，我是村长还是你是村长？你们要是不满意就滚回你们沧州去。这话一出，彻底激怒了所有人。脾气火爆的张根子上去一拳就砸在罗仁海的脸上。不等他痛呼出声，陆陆续续的便有其他村民上去揍他，村长则在一旁冷眼看着。见打得差不多了，这才出来假惺惺的拦住众人。你们这群贱民，竟然敢对村长动手！我要去报官，我要把你们撵出苍河村。李夫子摸着胡子站出来道：我入城之时，官兵曾带我到县衙领取补贴，给我批了10亩上等良田，5亩中等良田，还有一处宅院。若村长势必要撵走我等，那我只能去县衙重新更改地契了。若是官老爷问起来，我等也只能是实话实说了。什么？罗仁海被李夫子的话给惊得僵立住身子。他是什么人？有什么身份？怎么会有官府亲自批的宅院和田地？李夫子将官府给的文书和各种地契递过去。这便是官老爷给的补贴，说是有能力的话让我开设私塾，帮扶乡里。既然村长大人不允我等落户此处，那我等也只能去官府报备，另寻他处了。哎，别！罗仁海看完盖着官印的各种文书，挤出一脑门子汗来。这群人怎么还有个秀才老爷在里头呀？真让他们去官府走一遭，他这小小的村长还怎么干得下去呀？搞不好还会被官府缉拿回去问话呢。可村长给我等划分的地基实在不能建房，我虽有官府批的宅院，可也住不下如此多人呐。罗仁海此时哪敢再说什么，弓着腰不停地解释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这就带你们重新挑选地基。不用了，刚刚我们村的村长指的那处就很不错，宽敞又平整，正适合做地基。罗仁海面色一僵，什么叫我们村的村长？这是不承认他是村长吗？可是刚刚自己得罪了人，真是让他走了，自己别说是村长，那牢饭都得吃个够呛，以后自己的儿子更不可能继承他的村长之位。如今不过是受点气，又算什么呢？哎，秀才老爷有眼光，既如此，那便这样定了。等你们安顿好，我立马给你们办理新户籍。众人心里头暗爽，若今天换成其他难民，没有人数上的优势，没有秀才老爷坐镇，那这个亏可不就要吃了吗？如此甚好，不知我的宅院在何处？罗仁海的脸色更难看了，脸上讨好的笑差点维持不住。因为那处宅院是村里唯一的青砖大瓦房，曾经也住过一位秀才老爷，后来那位老爷搬迁了，房子便被官府给收了。可是都过了几十年了，房子一直空着，他们这里偏远，官府也不常管到。他早些年的时候便带着全家老小撬开门锁住了进去，孙子都是在那宅子里头出生的，指望着能沾一沾财气。秀才老爷可否缓缓，那处宅院就不住人，需要仔细修缮收拾，可否等我安排人收拾好了再搬进去住呀？众人心想，骗鬼呢？苍河村就那么一处青砖大瓦房，那么醒目，隔老远就能看见。他们虽然没有走近看过，但是这远远的看着也不像是年久失修的样子。该不会是有人住进去了，不方便让秀才老爷去住吧？这可真是不得了，正经拿着地契的主人居然住不进自己宅子，这苍河村的规矩真是让我等开了眼界了。这也不是住不进去，只是需要些修缮的时间，我也是好心建议嘛。你可拉倒吧！
我们这么多人，需要你去安排人修缮，没有宅子住，你想让秀才老爷露宿街头啊？这可还是春天呢，天还冷着呢。秀才老爷要是动出好歹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怎么可能让秀才老爷露宿街头呢？我会给他安排住所，只需等上几日便能住进宅子了。李夫子皱眉，冷着声音：不用，我自己宅子我自己修缮，还请村长速速带路，我等赶路多时，需要修整一番。李夫子又如何看不出他的推脱呢？只怕是宅子已经被人给占用了。如今虽然给村民们批了地基，可是建房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建起来的。如今又是春天，天气还很冷，没有房子遮挡，大人还好说，老人和孩子可怎么受得了？罗仁海苦着一张脸，完全不敢拒绝，也没有立场拒绝。搬家又一时半刻的搬不完，一群人又虎视眈眈地盯着他，他只得带着一行人来到了宅子外头。秀才老爷恕罪，实不相瞒，这宅子里住着我一家老小，短时间内实在是搬不完。我可以带您去其他宅子，宅子不大，但绝对够您住，您看。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做鸠占鹊巢，这正主都到门口了，居然还有脸往别处撵呢？这是住的时间久了，就当成是自己的了。别说你跟秀才老爷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便是有，没经过主人同意便擅自住进去，也能去官府告你个私闯民宅的罪名。罗仁海被骂得抬不起头来，宅子里有人听到外头的动静，骂骂咧咧的道：谁在我家外头吵闹？皮痒了不成？罗仁海的媳妇儿金氏开门一看，见一大群人围着他家宅子外头，又想起老头子早上说的要去接新来的难民，想来这群人便是了。老头子，你怎么把他们领到这儿来了？别脏了院子！罗仁海一阵尴尬，疯狂地朝着金氏使眼色。你挤眉弄眼的给谁看呢？让你把他们带走，你听不见呐？这位是新来的秀才老爷，这宅子是他的，我们得赶紧搬走。金氏两手一插，重点没听见，只听见有人要来占宅子，蛮横道：什么是他的？这宅子咱们住了10几年了，就是咱们的，谁也别想来挨边。你别什么脏的臭的都往这里领，坏了宅子风水，我要你好看。李夫子面色一沉，眼底透着冷意。如此啊，我便去官府走一遭吧。官府竟给我批有主的宅院，想来是弄错了，我去确认一番。罗仁海吓得脸都白了，真让他去了官府可不得了，连忙躬身道歉。秀才老爷莫怪，我这就跟家里人说清楚，立马搬走。金氏闻言吼道：罗仁海，你敢？你居然为了一群难民，你要搬宅子给他们住？罗仁海可不敢再让金氏叫嚣了，又转身陪笑道：各位稍等，我去通知家里人一声。张根子嗤笑道：哼，需不需要帮忙啊？我们可等不了太久，实在不行，我们这么多人进去，把你们的东西搬出来也行。哎，不用不用。拽着金氏进了屋子，金氏一把甩开他的手，骂道：你是老糊涂了，用得着对着一群难民伏击作小的？又不是没有接收过其他难民。他们不一样，刚刚站前头那个可是秀才老爷，人家是带了官府批的地契来的，这宅子是官府亲自批给他的。金氏哑了声，十分的不甘心。可是咱们都住了10几年了呀，这宅子早就该是咱们的了。你怎么还拎不清呢？住得再久，没有地契就不是咱们的宅子。说我们赶紧搬走，人家高兴了，不去官府告咱们还能有个好。说再闹下去，秀才老爷一个不高兴，去官府告了，咱们往小了说是私闯民宅，往大了说可是侵占官府财产。这宅子当初是为官府收了去的，不属于个人私产呐。如今官府批了给外头那位秀才老爷了，人家是正经带着地契文书来收宅子。你再闹下去，别说我这村长做不了，恐怕咱们全家都得跟着吃牢饭呢。金氏彻底被吓住了，抖着手：那刚才我还骂了他，他会不会记恨我呀？会不会去官府告我？我不想坐牢啊！赶紧的，叫永贵和永富收拾东西，再晚点他们冲进来，东西可就保不住了。先收拾贵重的，拿不走的就不拿了，咱可耽误不起。娘，大早上的嚷嚷什么？永贵啊，赶紧叫上你媳妇儿收拾东西搬家，再不走，咱全家都得吃牢饭。刚出屋门的罗永富听了这话，一脸懵。金氏见了，补充说：永富呀，你也赶紧的，别耽误时间，待会儿人就要进来了。爹，怎么回事？你们赶紧把贵重东西收拾好，咱们马上搬家，这宅子有人要住进来。谁敢跟村长家抢宅子住？不想再藏好村货了。罗永贵的语气颇为嚣张，招呼罗永富出去看看。他倒是要看看什么人大早上的就来寻他们晦气。
众人在宅子外头等了半晌，有几个孩子冷得受不了，哼哼唧唧的。咱们进去吧，没道理主人家进家门还得经过别人同意的。众人点头，呼啦啦一大堆的人跟着进了院子。罗仁海还来不及阻止他的2个儿子，两方人便在院子里撞了个正着。秀才老爷稍等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说罢，又对着罗氏两兄弟训斥：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收拾，赶紧叫你们媳妇儿起来，都什么时辰了还睡。两兄弟在村里横惯了，村里没有人敢找他们麻烦，罗仁海一向护短，这还是第一次当众训斥他们。爹，他们是什么人？怎么能私闯民宅？闻言，不等罗仁海解释，村民们便嗤笑出声。你们居然还知道私闯民宅？这是我今年听到最好笑的笑话。众人像看笑话一样看着两兄弟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跑村长宅子里头来闹事儿？信不信我叫村里人来打你们出去？我们是什么人你不用管，你只需要知道我身旁的这位秀才老爷是这宅子主人，而你们才是那私闯民宅的贼人。放屁！罗永富眼睛瞪得老大，语气激动。我们在这儿住了10几年，这宅子是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会不知道？那就得问问你们村长爹了，是吗，罗村长？罗仁海神色尴尬，脑门子上全都是冷汗。爹，你说句话呀，人都欺负到咱家里来了。罗仁海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现在知道让他说话了。早先他要解释的时候，这两兄弟一个比一个嘴快，完全没有给他插嘴的机会。这宅子确实不是我们的，是那位秀才老爷的，咱们赶紧收拾东西腾地方。爹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被威胁了？这宅子怎么能不是我们的？说了不是就不是，赶紧收拾东西吧。两兄弟的媳妇儿胡秋和张月早就听到院里的动静了，得知这宅子竟不是自家的，心里头是又气又急。这么好的宅子白白让出去，他们怎么甘心呢？罗仁海见2个儿媳妇儿都出来了，连忙吩咐：你们赶紧收拾东西，别耽搁时间。2个人面色不快。胡秋道：哪有那么好收拾的呀？这么多东西，没个10天半月的，哪能收拾完？就是，咱们住了那么长时间，哪能说搬就搬走啊？搬家也得挑个好日子不是啊？众人闻言，脸色渐渐的沉下来。这家人已经耽搁得太久了。罗仁海不好对2个儿媳妇发难，只得对两兄弟呵斥：赶紧滚回屋收拾东西去。村民们等得不耐烦了，有人道：你们既然不吃敬酒，那咱们也就不客气了啊。大家伙上，将这群鸠占鹊巢、私闯民宅的贼人给打出去。杨婉打量了一下宅子，宅子大约320平米，坐北朝南，正房有5间，东西厢房各有3间，算是相当宽敞的。这么多房间，他们这一村的人打个地铺挤挤，也能挨到房子建好的时候了。村民们四散开来，男人们去搬罗家外间的各种家具，女人们去卧房搬他们的衣服和被褥。住手，那个不能砸，那个是我儿子玩具，你们不能扔啊！你们要干嘛？那是我们的卧房，你们不能进！报官！我要报官！你们私闯民宅，打砸东西，官老爷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好日子过惯的罗家人，哪能是荒野求生了近半年的村民们的对手？压根就拦不住他们。罗家的所有东西都被扔到宅院外头，离得近的本地村民们好奇的在外头围观。报官？真好笑！官老爷来了，指不定抓谁呢。什么私闯民宅？你们有证据吗？这宅子的地契你们有吗？白给你们住了10几年了，没收你们房租都算客气的。嘿，真是好笑，白住了10几年房子就成你们的了。说到报官，好啊，我现在就去报去，我脚程快，你们等着啊。罗仁海赶紧跑上去拦着，不住的求饶。哎呀，对不住，是我们的错，不该鸠占鹊巢，不该冒犯秀才老爷，对不住，我回头会好好收拾他们，你可千万别去报官呐。这宅子不是罗村长家的吗？怎么被撵出来了？放屁！清河村的村民啐了一口，解释：他几斤几两，能有这么好的宅子？这宅子之前是官府的，如今被官府批给了咱们的秀才老爷呢。他们撬开锁住进去这么久，早就犯法了，报官抓的也是他们。咱们秀才老爷可是拿着盖好官印的地契来收房子，合情合理。本地村民们这才恍然大悟，有人道：我就说嘛，罗村长那么霸道的人，怎么会容忍你们打砸他家的东西？感情这不是他的宅子呀。年轻一些的本地村民们不太清楚这其中的门道，打他们记事起，村长一家好像就住进去了。这里当初住过一位秀才老爷，后来搬走了就一直空着，再后来村长一家就住进去了。
我们以为是从官府手里头买了宅子的，却原来呀……话还没有说完，众人也都猜出了其中意思了，原来是自己撬开锁住进去的。真是打量着天高皇帝远，如今见他们被正主赶了出来，被罗家人欺负过的村民们心里头一阵暗爽。院子里头还在鸡飞狗跳，罗仁海8岁的大孙子罗大壮被吵醒了，光着脚跑出来，见他的玩具被砸了个稀巴烂，顿时就哭嚎起来：阿爷，我的玩具，打死他们，我要打死他们！说罢冲上去揪着在角落里乖乖玩手指的憨娃就是一顿的捶。村里其他小孩见自家小伙伴被人给欺负了，一窝蜂的冲上去对着罗大壮是又踢又咬。一个冬天的朝夕相处下来，孩子们感情极其深厚，哪怕是一起玩的时候老嫌弃憨娃傻，可是自己人嫌弃可以，别人欺负不行。几个孩子围着罗大壮一顿揍，直揍得他哭爹喊娘。他在村里头是妥妥的小霸王，什么时候被人欺负得这么狠过？他赤红着眼，地上有很多摔坏的家具，他捡起一块尖锐的木屑高高扬起。杨婉一直关注着众人的动态，她一个10岁出头的小丫头，打杂的事情根本也用不上她。杨婉在看到罗大壮捡起木屑的时候就知道不好，院子里又太乱了，她来不及冲过去，于是指着他大喝一声：大黑上！话落，大黑猛地朝杨婉指的方向窜过去，速度极快，在罗大壮手挥下来的瞬间将人给扑倒在地上。大黑呲着牙，嘴里发出威胁的吼叫声，像是一头凶手，狠狠地摁住罗大壮。几个孩子拍了拍吓傻的罗大壮，警告道：下次再让我们见到你打憨娃，我们就让大黑咬死你。大黑可是能咬死野猪的猎狗，你这小身板还不够他咬一口的。杨婉早就找了处空房，让李夫子带着几个弟弟进去等着了，外头太乱了，怕误伤到他们。罗仁海见拦不住砸红眼的众人，站在院子里无助的直叹气。2个儿子本来想动粗的，哪成想随便一个村民站出来就干倒了2个人，儿媳妇也被其他妇人挠的是披头散发，衣衫不整。金氏倒是聪明的，见势头不对，找了一处角落缩着。他不主动找事儿，村民们也懒得管他。罗家所有人也就他完好无损。等到把罗家人的所有东西都扔出去，壮劳力们架起罗仁海和罗氏2兄弟往门外一扔，妇人们则推搡着胡秋和张月，直到把2个人都给推出门外。罗大壮呆呆地跟着走出去，显然被大黑吓傻了，还没有回过神来。众人看向角落里的金氏，金氏浑身一抖，完全没有早上开门时的气势。他笑得谄媚，哆哆嗦嗦的：我自己走，我自己走。等到罗家人彻底被清扫出去了，关上院门的时候，众人相视一笑，总算把糟瘟的这一家给撵出去了。早些时候还各种看不起咱，也不知道神气个啥。就是李夫子对咱都是和和气气的，也不知道罗家人哪里来的底气。李夫子见外头安静下来，慢慢的走出屋子，四处看了一眼，道：屋子倒是挺多，大家收拾下，挤挤也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众人笑着点头，脸上尽是感激。多亏了秀才老爷体恤，咱们才能有个安身的地方。秀才老爷放心吧，房子一建好，咱们立马就搬出去，绝对不多打搅您。李夫子笑容温和，摆了摆手：没什么打搅不打搅的，都是乡亲。这段时间还多亏了你们护着，我这把老骨头才能平安落户建州，该是我感谢你们才是呀。闻言，众人心里很是慰藉。原来不是所有读书人都眼高于顶，看不起平民百姓的。宅子外头，罗家人浑身狼狈，四周散落着他们的衣服、被褥，还有各种家具。周围的村民们指着几个人窃窃私语，想也知道没说什么好话。金氏朝几个看好戏的村民骂道：胆儿肥了你们，敢看我家热闹，信不信我抠你们眼珠子？金氏是个欺软怕硬的，见罗仁海脸色不好，不情不愿地闭上了嘴。可他是不闹了，2个儿媳妇却闹了起来。好啊，罗永贵，当初要不是看在你爹是村长，又住着这么大的宅院，我爹说什么都不会让我嫁给你。我爹本来是要把我嫁到镇上过好日子的，是你口口声声说以后村长和大宅子都是你的，我爹这才松了口。如今你告诉我，这宅子不是你家的。胡秋越说越气，胸膛剧烈起伏着。张月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？说你爹以后给了你哥村长之位，那宅子就得给你。如今这宅子都不是你家的，你爹要如何给你？你这个骗子，早知道老娘当初就嫁给隔壁村王四了，人家起码有10亩良田呢。2个儿媳妇儿你一句我一句的骂着，虽然骂的是2兄弟，
但是话里话外都是在刺罗仁海。两个儿媳妇家里条件都不错，罗仁海当初给儿子说亲的时候，可是说尽了好话，保证不亏待，这才定下来。如今两个儿媳妇闹起来，罗仁海理亏，哪怕心里不爽，也不敢说他们半句话。罗仁海垂头沉着脸，一直等到两个人闹够了，这才道：咱们把地上东西捡起来，走吧。爹，去哪儿？去我们自己房子。两兄弟眼睛一亮，他们原来还有自己的房子呢。一村之长的房子，哪怕没有眼前这宅子好，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吧。爹啊，咱们自家房子不在村里啊，你都没带我们去看过。罗仁海怎么会看不懂两兄弟期待的目光？可是他要怎么说呀？他们自家的房子早就因为常年不住人，年久失修倒塌了。金氏苦着脸，他是住过老房子的人，之前那房子阴暗潮湿，又靠着山，经常有蛇虫鼠蚁爬进来咬人。要不是罗仁海做了村长，搬到这大宅子里，他还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头呢。老头子，那地方怎么住人呢？要不咱们重新买出地基建吧？房子早就塌了，他们不建也得建呢。可是村里剩下适合建房的地基被官府批给了难民，他原本想欺压一下这批难民的，好腾出那片地基捞些好出来，不成想偷鸡不成蚀把米。目前没有合适的地基，先将就着吧。两兄弟原本还高兴自家有房子，可是一看爹娘的神情，再迟钝也知道自家房子怕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了。罗仁海沉默着捡起地上的衣服被褥，幸好他提前把银钱和值钱的东西揣在身上了，否则这一通闹下来，怕是要被顺走不少。一家人先拿了些紧要的东西往老房子赶。等到了地方，两兄弟都傻眼了，这是能住人的地方吗？鬼来了都嫌弃吧。只见山脚下荒草丛生，断壁残垣，房子早就倒塌了，建房的木头都长出草来了，哪有房子呀？这就是一片废墟吧。爹，你别告诉我，这就是咱们自己的房子。罗仁海点头，一脸的愁色。什么？胡秋和张月惊呼。两个人本来还抱有期待，就算是没有原来的大宅子住，老宅子小一些，他们也能接受的。可是如今竟然告诉他们，这一片和乱葬岗一样的废墟就是他们以后要住的房子，他们怎么接受得了？罗永贵，这就是你要给我过的好日子？胡秋气得脸色发青，咬牙切齿。你们自己过去吧，老娘不伺候了。说罢，背着装有自己衣服的包袱，转身就回了娘家了。张月也是气得很了，见胡秋走了，他也背着包袱准备回娘家。张月，你别生气呀，我也不知道会是这个样子。他们刚成亲没有多久，他对张月正是稀罕的时候呢。这个时候媳妇儿走了，他可怎么睡得着觉啊？放开我！你们这一家骗子骗婚！我要回去告诉我爹和我哥哥，让他们给我讨个说法。张月，你别走啊，咱俩都成亲了，生米都煮成熟饭了，你还能去哪儿去？呸！胡秋儿子都生了，不也走了？老娘还能困死在你家不成？老娘又没生我孩子，凭我家的条件，多的是人想娶我。老娘随便找个人，条件都比你好，起码还有一个片瓦遮身呢。挣脱前置之后，张月头也不回的跑了。罗永富哭丧着脸抱怨：爹，到底咋回事啊？我媳妇儿都被吓跑了，万一她真的回去找个人嫁了，我上哪儿找媳妇儿去？金氏倒是不以为意，安抚他：他就是在气头上说的气话，都被你睡那么长时间了，哪那么容易跑得掉啊？过几天他自己想通了，气消了自己会回来的，赶紧的跟你爹先搭个窝棚吧，好歹先搭个能挡雨的地方出来，咱们暂时住着。见罗永贵也是一副深受打击的模样，金氏道：你也是，你媳妇儿子都生了，还能跑得掉啊？他就是回娘家住几天，等他想儿子了，自然会回来的。赶紧动手搭吧，晚了咱们一家都得吹冷风啊！大宅子已经收拾妥当，如今到了安身的地界，不用再担心山匪流民了。村民们难得拿出自家存的好东西，准备好好的给老人孩子补补身体。村长倒是有些忧心，罗仁海只给他们分配了建房的地基，田地却没有给他们分配。田地才是农民立身的根本，没有田地，他们坐吃山空的坚持不了多久。除了李夫子的田地是官府亲自划拨的，其他人的都得由当地村长来划分。咱们今日跟罗仁海闹成这样子，怕是分不到什么好田地了呀。杨婉倒是不担忧，因为就算是给他家分了田地，他家也没有壮劳力来种。但是别的村民就不一样了，这关乎到他们的切身利益。有村民道：他敢呀他，一个两个的他可能会针对，但是咱们这么多人，他敢吗？就是啊，
有村民附和：“咱们进城的时候，登记的官兵可是说过的，会给咱们安排落户和租种的田地。要是他敢不分，那咱们就闹官府去，没他好果子吃。”你们听人讲话怎么都不听重点？我担心的是不分田地吗？我担心的是分不到好田地。那他也不敢全都分坏的给咱们吧？如今是春季，正是春耕时候，他若不赶紧给咱们分了田地，耽误了春耕，咱们还得饿肚子呀。李夫子垂眸，提到田地，今日他们忙着征宅子，倒是没有问下罗仁海，官府批给他的良田在何处呢？是何人在种？之前官府应该是租给佃农了，如今这地批给他了，那他得去认识一下种他地的佃农，来年也好收租。田地之事宜早不宜迟，咱们今日好好休整，明日便去寻他，将这事儿解决了吧。李夫子一锤定音，众人点头。有李夫子这尊大佛坐镇，罗仁海想要为难他们，都得仔细掂量掂量。翌日，休息好的众人神清气爽，村长带着壮劳力们一同去寻罗仁海办事，妇人们则去昨天批的地基那里先清扫着。不一会儿，便有人问他们要干嘛。村长笑得和气：“找罗村长问问田地的事儿。”本地人一般都比较排外，闻言也不愿意多说，转身就进了院子。村长也不恼，他们刚来，这一切都很正常，以后相处多了，说不定就熟络了。他们又走了一阵子，之前跑大宅子外头看罗家热闹的几个村民见了他们，笑着招呼：“哎呦，各位这么大阵仗是要干啥呀？”村长便又复述了一遍之前的话。这几个村民倒是热情：“那你们可走错地儿了，罗村长家的不住这边。”村长有些意外，一般村长不都住在村中心吗？他们也是朝村中心走啊。村长笑得和气：“不知罗村长家住何处啊？”那几个村民有些幸灾乐祸，他们早就想看罗家倒霉了。当初就因为他们是建州其他地方迁来的外来户，罗仁海就没少为难他们。那几个村民朝村子最北边指了指：“他家就在那山旮旯里头，房子都塌了，想必他们昨晚过得很难忘吧？”我还当他多有本事呀，住得起那样的青砖大瓦房，嘿，搞了半天竟然是自己撬锁住进去的。我们当初搬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看咱们不爽，如今倒让我们看了场笑话，这还要感谢各位了，看他以后在咱们面前还怎么生气。清河村的村民们捂嘴偷笑，对这几个村民也有了亲切之意。多谢各位指路，等咱们房子建成，请几位吃酒。哎呀，好啊，我们一定来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提，我们也是过来人，知道搬迁的苦。村长告别了几人，带着众人朝村子最北边走去了。走了1刻多钟，这才找到罗仁海的住址。看了他们的居住环境后，众人这才明白为何刚刚那几个人会笑得那般欢快了。罗村长，不知我们的田地要如何分配？如今正值春耕，早些定了，咱们也好有个准备呀。罗仁海黑着脸，没有什么比人追到家门口看笑话来得更堵心了，尤其是他们连个门都没有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地做着表情管理。田地的事不急，你们先把房子建好再说，这可不行。村长反对道：“房子建好少说也是1个月之后，那时候春耕都快结束了，不赶紧耕地，咱们的口粮从何而来？”罗仁海心想，老子巴不得你们都饿死呢，可是面上还得做足了功夫。如今能种的田地都被租给村里人和一些佃奴，跟他们交涉得花不少时间，短期内是分不了田地给你们的。村长脸色沉了下来，官府既然将他们安顿在仓河村，并且承诺了要分田地，那也就是说有多余的田地给他们租种。如今罗仁海上来就说没有多余的田地，明显就是在为难他们。罗村长，我们进城时，官府在给我们选落户地址时就考量过田地问题，没有问题才让我们落户仓河村的。如今你说没有田地分配，是不是该给我们个解释？罗仁海早就想好说辞了，大宅子的事儿别人手握地契他无能为力，但是田地可是由他说了算的。你们一路过来也看见了，村里所有田地都有人种，地里头已经种上粮食了，若是分给你们，那些佃农岂不是要闹起来？你们若是实在想种，可以去开荒嘛，开荒的第3年内可是不用交税的。罗仁海就是想故意拖延时间，官府是承诺给他们分地，可是没说什么时候分吧，他只要拖到春耕结束，那这群人都得饿肚子。村长闻言脸色越发不好，开荒说的容易，
要养活他们这么多人，那得开多少荒地呀？且能开荒的地方早就被别人开出来种上了，剩下的都是开不了的。这罗仁海就是在报昨日的仇呢。李夫子皱眉沉思，他虽然不清楚建州的土地制度，但是料想应该是大同小异的。官府更不会随意的安排难民，一个不好就会造成难民暴动。唯一的解释就是罗仁海占了他们的名额去租种官府的田地了。李夫子慢慢悠悠地走上前，还未开口，罗仁海便绷紧了身子，实在是在他身上吃了大亏了，心里头十分谨慎。李夫子摸出官府批给他的地契，问道：不知在下的10亩上等良田和5亩中等良田在何处？是何人在住？罗仁海心下一抖，他就知道这人一开口准没好事儿，对方又是个秀才，可以见官不贵的人物，他只能憋出笑脸。真是巧了，这是我家在住，秀才老爷放心，该交的地租绝对不会少。李夫子挑眉，官府批给他时可说的这是佃农在种的，怎么这会儿倒成了罗仁海一家在种了？原先的佃农呢？罗仁海随意的扯了个谎。原先的佃农不租了，我见空着可惜，便自家去种了。李夫子懒得跟他掰扯，反正没有一句实话，他淡淡的道：如今我是地的主人，我愿意让谁种就让谁种，那片地还请罗村长尽早腾出来吧。这怎么行？罗仁海大惊，粮食都种下了，现在腾岂不是浪费种子了？起码也得等到这批粮食长成，秋收了再说吧。哼，怎么我是地主，连这个主都做不了吗？粮种的钱我自会补偿给你，你若是不乐意，自可去地里头把粮种挖出来。罗仁海深吸了口气，脸颊颤抖，憋着气道：秀才老爷说的是。粮种都种下去了，也不知道发芽了没有，现在挖出来哪里还能用啊？他只能要粮种的钱了。在建州租种官府的地比租地主的地划算许多，这名额自然是有限的。许多自身有地的村民也想分一杯羹，跟佃农抢地，长此以往，佃农日子越发难过，逼得急了，恐怕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。我们这么多人，怕是有不少名额，如今却分不到地。罗村长，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若是跟他们联合起来去官府走一遭，这地的事儿会不会就解决嘛？罗仁海脸色一白，这事儿可不单单是仓河村，附近的村子也在做，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。反正该给官府的地租不少，官府便不会深究。至于佃农，他们一向是弱势群体，各村村长有的是办法让他们闭嘴。可是这伙人也太难搞了，又有一个秀才老爷坐镇，若是真让他们把事情给闹大了，不只是仓河村，附近的所有村子都得被查。罗仁海算是认栽了，打又打不赢，斗又斗不过，只能捏着鼻子认了。最迟3日，你们的地我会分配下来。村民们翻着白眼，本来可以和和气气的解决的事儿，这个罗仁海就非得逼他们翻脸。都说吃一堑长一智，这罗仁海反而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。村长都懒得跟他客套了，如今脸都撕破完了，还客套啥呀？事情一谈妥，村长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转身就走，众人也紧随其后。回到大宅子的时候，天色还早，壮劳力们便着手准备建房用的东西了。村里的房子大多都是土坯房，造价低，造房的材料随处可见。村民们有过搭木屋的经验，又在山里住过一段时间，对建房用的木材很有见解。富人们则出去找建房用的黄粘土，这种土杨婉小时候玩过，就是黄泥巴。这种土干了之后是非常牢固的，虽然不如水泥，但是比起沙石来说已经好很多了。如今大宅子里住的人太多太嘈杂，夫子也没有办法给明泽明涛他们上课了，冯氏便要带着全家人去挖粘土，准备建房子。李夫子皱着眉头，语气带着点紧张：你们不跟我一起住？之前战乱，藏住不安全，我们实在担心您，便应接了您来跟我们同住，叨扰了您不少时间。如今到了这安身的地界，不用逃难了，自然得把房子给建起来。这大宅子是官府批给您的，我们这一家子住进去多不合适呀，那这不跟那个罗仁海一样了吗？闻言，李夫子心里头难受极了，他早就没了亲人了，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早就将他们视作亲属了。如今他们要搬出去住了，他实在是舍不得，可是他一个男人又不好婆婆妈妈的。你们若是搬出去了，我这把年纪住这么大个宅子，要是摔了碰了可怎么办呢？届时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，明泽和明涛怕是得另寻名师了。
明涛背过身去暗暗的偷笑，夫子可真是舍不得就是舍不得嘛，干嘛拿他们做幌子嘛？冯氏是真的在考虑夫子说的问题，夫子年纪大了，真要有个好歹，他们没有及时发现，这可怎么得了？那该如何是好？你们就住这宅子里头，这宅子这么大，我这把老骨头还真不好打理。我反正没有亲属，100年之后这宅子就留给你们。那怎么行啊？冯氏连忙摆手拒绝。这不是占您的便宜吗？这怎么能叫占便宜？以杨婉那丫头的能力，10个这样的宅子她也买得起，还在乎多我这一个？明泽明涛可是给我敬过茶的，我把他们当自家后辈培养，这宅子不留给你们，留给谁呀？被点名的杨婉摸了摸鼻尖儿，自己的怪异李夫子早就察觉了，他瞒得过杨三和林氏，却瞒不过聪慧的夫子。李夫子更是直接上前，将田地和宅子的地契一股脑的全塞到杨婉的手里头。丫头，藏好了，全部身家在你那儿呢。杨婉失笑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他直接收进了空间里。见东西凭空消失了，李夫子也不多问，反正是丢不了。见冯氏还在纠结，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儿，杨婉笑着道：娘，你要是觉得咱白要东西不好，那咱就拿银子买啊，我有钱，你忘啦？是呀，不能白要，买过来不就成了？杨婉掏出200两银子递给冯氏。那娘，你去买。冯氏把银子递给夫子。夫子，我们不能白要您东西，否则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。行，就当你们给我买的，这下你心里舒坦了吗？冯氏点了点头。啊，舒坦了。李夫子又转身将银子递给杨婉。丫头，给我收好喽，可别弄丢了，这可是我卖房卖地的钱啊。杨婉面无表情的接过来。哦，所以说这钱从他手里出的，转了一圈又回到他手上了，他就猜到会这样。反正走这么一趟流程下来，冯氏心里舒坦了就行了。明涛垂着头，捂着嘴，小肩膀一抖一抖的，憋得不轻。冯氏和明泽瞪大了眼，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。冯氏是个闲不住的，虽说自家不用建房子了，可是杨三和宁川要建呢。宁川兄妹还小，冯氏原本打算让2兄妹跟他们一起住大宅子，反正房间也多。可是宁川却拒绝了，他想建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不管大小，总归是处容身之地。冯氏见说不动他，也就随他去了。建房需要的土坯极多，好在全村老少一起出力，连几个顽皮的孩子这段时间都跟着大人忙前忙后的，杨婉都跟着抬了不少的泥巴。这期间罗仁海来找过他们，将田地按照每户人口的多少分配了下去。有李夫子之前的威胁在先，罗仁海在这件事情上倒是不敢马虎了。大部分地都已经种上粮食了，分到这种地的村民便将粮种和耕地的工钱补给了之前种的人。杨婉家分到的地，他转手就给了杨三，种不过来的他自己会安排。2个月之后，房子全部都建好了，比预计的时间长了不少，主要是田地也需要人侍弄。搬新家的这天，村民们喜笑颜开，真正的有了归属感。全村一起搬新家，条件艰难，便不挨家挨户的办酒席了，全村一起办一个便成。每家出了点银钱，置办了10几桌酒菜，又买了一串鞭炮一放。听到鞭炮声响的人家，愿意来吃酒的自然会来，不愿意的他们也不强求。一切尘埃落定，日子安稳又平淡的过着。娘，我想去城里看看有什么生计可做，咱家虽然是吃喝不愁，但是一直只出不进的，难免会惹人怀疑。可咱们对建州不了解呀，咱们又是沧州来的难民，一个沧河村都这般排外，更何况是城里呢？虽然说建州的青天老爷愿意接收咱们这些难民，但是当地百姓可不会这么想啊。在村子里还有李夫子镇着，这要是去了城里头，若是被欺负了，可找不着人做主啊。娘，我知道分寸，我又不是故意去找茬，再说谁还能欺负了我呀？我让三叔陪我一起去，三叔也想趁农闲的时候去城里找活干呢。冯氏终于点头答应了。杨慕柔也想去，之前在沧州的时候，都是他和杨婉一起进城卖糕点，他原以为冯氏会答应的，但是冯氏二话不说便拒绝了。不行，你如今已经13岁了，该是说亲的年纪了，得跟着我学一些针线活，多的不说，做衣服鞋袜这些你可得会。
杨婉本想跟冯氏说情的，还没开口呢，冯氏便道：你再说，你们谁也别去了，乖乖的都待在家里吧。第二日，杨婉早早的便去找杨三进城，宁川见了也想跟着去。我也想去城里找活干，我建房的花费都是你家借的，我总得找点事情做才能还上。宁川神色坚定，他已经欠了杨婉家太多了，不能再欠下去了。成，一起走吧。宁川将妹妹送到冯氏跟前，请冯氏帮忙照看着，冯氏自是乐意的。3个人坐村里的牛车走了1个时辰，这才到了最近的青阳县。县城里倒是挺热闹的，完全不像是正在战乱的样子，看来当地官府治理得很好。杨三拿着扁担寻了处正要卸货的酒楼，上去问道：掌柜的，可要顾劳力，我和我大侄子都有一把力气，可以随意差遣。掌柜的看了看杨三，又看了一眼宁川。你可以，他不行，你看他都瘦成皮包骨了，能干什么活呀？杨三精壮干练，一看就是干活的料，他身旁的宁川跟他比起来，可不就瘦弱的多了吗？杨三有些尴尬，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叔，你赶紧去吧，机不可失，可别错过了。如今大批难民涌入建州，劳力到处都是，能找到一处愿意雇人的地方已经是不容易的，自然得珍惜。那你们在附近逛会儿，我干完活就来寻你们，可别走远啊。见2个人点头，杨三这才放心的去干活。宁川垂着头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掌柜的话打击到他。我三叔都20多岁了，自然要比你壮实许多，你还小，长2年就长回来了。2个人在酒楼附近逛了一圈，街上有不少卖吃食的。杨婉随意的买了点尝了尝，发现口味还挺重，花椒和茱萸放的挺多，口味偏麻偏辣。杨婉眼睛一亮，又去逛了几家小饭馆，里头的菜色大多都是辣口的。他虽然没买了尝，但是看其他客人点的就知道了，建州人重口喜辣。他没有穿过来之前可是最好重口的，囤了不少这方面的物资呢。当初囤货的时候，各种粮食蔬菜的种子他都有囤，考虑到末世过后说不定用得上，如今虽然换了地方，但是这些东西同样有用。若是能种出来，辣椒和大蒜这种重口的调料肯定不会缺销路的。杨婉的眼睛越来越亮，越想越觉得可行。可是突然转念一想，这春耕都过了，地里头全都种上粮食了，哪来的地给他种这些？想来想去，那些东西全都需要时间，短期内是挣不到钱的。杨婉决定了，还是干老本行，卖糕点吧。2个人在附近逛了半个时辰，宁川找了好几家粮油铺，想要去干活，但是都被拒绝了。到处都是找活干的精壮年，他这样瘦弱的少年，别人实在是看不上眼。宁川越发的沉默了，他答应过娘要照顾好妹妹的。如今虽然勉强活了下来，但是离吃饱穿暖还有很远的距离，他不由得生出些许挫败感。杨婉见宁川颓丧着脸，无精打采的想了想，要不你以后跟着我进城卖糕点，我开给你工钱。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我给爹娘丢脸了，要是没你们帮扶着，我恐怕活下来都艰难。杨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拉着他走到城门附近，指着端成好几排的乞丐问道：你觉得他们如何？他们很可怜，居无定所，无家可归。杨婉摇了摇头：不，我觉得他们活该。宁川拧起了眉头，似乎有些诧异杨婉说出如此无情的话来。你仔细看看，他们是不是手脚健全？有些甚至比你还要壮硕。宁川仔细的看去，见大部分乞丐确实如他所说手脚健全，只不过都掩藏在脏污褴褛的衣服下。他们大部分也是各地来的难民，可咱们进城时，官府明明安排了落户地点还有田地，哪怕如苍河村那般偏远的地方，罗仁海在田地的事情上也只敢拖延，不敢不分配。有些实在艰难，等不到粮食长成的，官府甚至都发了补助了。别的不说，建州在对待难民这件事上，那是真用了心的。可是你看看他们不去官府安排的落户地点好好种地，或者是去过，但是又回来了。他们聚集在城里人来人往多的地方一跪，便有心善之人送上钱财，不需要费力耕种，也不需要卖苦力，整天就端着个破碗游荡便能吃饱饭。这样的事儿你会干吗？以后姐姐天天给你送，把你吃成个小胖丫头。谢谢姐姐。明日辰时初便要进城卖糕点，你这边没有问题吧？没有问题，我辰时初去你家门口等着便是。敲定好时间之后，杨婉便回了家。
冯氏和杨慕柔又做了许多糕点出来，咸蛋黄酥、肉松饼，每样都做了一些。杨婉将它们整齐地码进木桶里，因为是宁川和他去卖糕点，他也不好将东西给收进空间里。做完收拾干净卫生后，杨婉便将做糕点的房间给锁了起来。娘，大姐，以后这房间不用的时候就锁起来，福子马上就要开始教村里的孩子认字了，人来人往的，万一有人闯进去看见了，咱们可不好解释。放心，我们一直在家里，会好好看着的。做糕点嘛，也是等他们下学之后再做，其他时间就锁着。翌日，宁川早早的便等在门外，照旧将宁瑶送到冯氏跟前看着。小丫头很懂事，朝宁川挥了挥手。哥哥再见，瑶瑶会乖的。冯氏宝贝的不行，杨婉本打算一人提一桶的，两只桶一挑，笑着就往门外走。哪有让雇主自己提东西的？你给我开那么高的工钱，我可得好好表现。杨婉笑了下，也不跟他争，这样做能让他心安一些，那便随他吧。到了城里，杨婉照例先打探了几家糕点铺子的价格，这次定的价格跟糕点铺子差不多。他一直就想当地主来着，得赶紧多挣钱，才能实现自己的地主梦嘛。杨婉这次并不打算在市集上卖，因为他们是外地来的难民，虽然是落户了，可是本地人都有排外情绪的，他们的口音很容易让人认出来，糕点卖不卖得出去，都容易被人给针对。杨婉来到杨三昨日做工的那家酒楼，掌柜的既然愿意雇杨三干活，并没有因为他是外来户而歧视他，那就说明这家掌柜的并不是那么排外。杨婉用油纸每样糕点都包了一些。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。说罢便进了酒楼。酒楼里客人不算多，并不算忙碌。小二见了他，以为是来找大人的小孩。丫头找谁？我找掌柜的有些事儿，他让我送东西来。小二见他手里果然提着东西，便转身去里间寻掌柜的。掌柜的，外边大堂有个丫头找您，说是给您送了东西来。刘掌柜一脸懵，他何时让人送东西了？大堂里确实有个丫头，见他出来还冲他咧嘴笑。掌柜的，给你带了好东西啊。杨婉边说边拆开油纸包，尝尝我家做的糕点，保准独一无二。掌柜的有些犹豫，这丫头好像跟他很熟悉的样子，可是他真的不记得跟这个丫头认识呀。刘掌柜炖的这一小会儿功夫，店小二已经将杨婉递给他的糕点给吃了。真好吃啊！刘掌柜仔细的咀嚼着，糕点在嘴里化开，他仔细的分辨里头的用料，糖、蛋，还有奶。能吃出用料，但是用料的比例却是吃不出来的。他大概猜出了这个丫头的意图了。不错。刘掌柜笑着点头，颇有些欣赏眼前的丫头了。说吧，要价几许？稍等。杨婉出了大堂，叫宁川将糕点给挑了进来。我家这糕点在整个建州都是独一份的，用料金贵，想必掌柜的也能尝出一二。我们初入建州，价格方面自然参考本地的糕点铺子，定价30文一份。这话说的不错，可是你们的糕点是散卖，不需要交铺面的租金，价格方面自然不能跟糕点铺子比呀。刘掌柜是商人，自然是要讨价还价的。话虽如此，可是遍寻建州各地，掌柜的也未必能找出跟我家糕点相似的来。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独特嘛。刘掌柜失笑，这丫头还真是机灵，想占他便宜还是不容易呢。但是我跟掌柜的特别投缘，这样定价28文如何？刘掌柜这下是彻底笑开了，他不想为难一个小丫头，再者说这糕点进了他的酒楼，他能翻个几倍再卖出去。成交，只是你这糕点新奇是新奇，到底也没有人卖过，不知道行情如何，我只能先要一桶试试水。这是当然，不知掌柜的如何称呼，说不得以后咱们还得常联系呢。哈哈，免贵姓刘，单名一个能字。刘掌柜的，以后我若有什么新奇的吃食，还来找你。成，尽管送来。刘掌柜结了一桶糕点的银子，共3两多。杨婉大方的抹了零，收了3两银子。糕点易碎，不太容易从桶里取出来，杨婉便约定了后天来城里卖糕点的时候过来取。我不会。对呀，你不会，因为你想的是靠自己过上好日子，你没有给谁丢脸，光是这一点，你就比那群神要高贵。我家以前是做糕点卖的，我娘不放心我一个人进城，有你跟着，她多少也放心一些。
我三叔以前帮我家收鸡蛋，工钱是100文一天，你妈就80文一天，如何？袁婉原本想给他开和杨三一样的工钱的，可是这小子心理负罪感太强了，给多了他反而不安心。果然，宁川这次没有拒绝，他认真的道了谢。两个人离开之后，拐角处走出一位少年，他剑眉朗目，双臂环抱，若有所思地盯着杨婉离开的方向。守城的将领见了，连忙上前问道：少将军，可是有事吩咐？少年摆了摆手：无事。真是个有趣的丫头。那群乞丐是怎么回事？守城的将领也很头疼。他们是最近进城的难民，大部分都去了落户的村落，这些是不愿意去的，数量是越来越多了。告诉他们，不愿意去落户村庄的，到城门口官兵那里登记，登记之后赶出建州，永不得踏入。这大将军吩咐过了，难民入城不得阻拦。哼，放心，他们会愿意去的。人都是会权衡利弊的，比起被撵出建州过生死难料的生活，他们会更加愿意留在建州。杨三干完活之后，三个人又在城内逛了一圈，没有再找到顾劳力的活。杨三的神色有些担忧。数秦大批难民涌入建州，城里到处是找活干的劳力，以后我再想找活干怕是难了。三叔安心在村里帮我收鸡蛋吧，顺便帮我种一些东西出来，工钱照旧。这婉婉是要接着做糕点吗？杨婉点头。可是建州口味跟沧州不一样啊，我看建州人好像更喜欢重口的东西。再如何不一样，在糕点这类吃食上都差不多，糖在哪儿都得算得上是金贵物，用它做出来的糕点怎么会没有销路呢？杨三想了想也是，不管在哪儿，走亲访友总是会提些糕点的。婉婉想让我种些什么？当初在太冲山的时候，我不是挖到很多新奇的东西吗？那些东西你们也尝过，虽然不适合做粮食吃，但是用来做调料却很是合适。杨三想起吃杀猪饭的那次，冯氏用那些新奇东西炒出来的猪下水都十分美味，而且口味独特，说是能种出来，以建州百姓的口味必然会喜欢的。一撮的种子。当初吃过一次后，他可是惦记了好久呢，可是自己出去挖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。杨婉点头：各种东西都存了点儿，想着等安定了便种一些出来，刚好建州人也好这口，等咱们多种些出来留种，来年让村长带着村里人也跟着种，这不就解决了大家的生计问题吗？杨三十分高兴，这些东西若是能种出来，那村里人可能就要过上好日子了。三个人回到村里，杨三便迫不及待地要了各种种子回去试种。杨婉则着手做起糕点来，从空间里拿出之前做蛋糕的家当，大型储电器也拿了一个放在旁边。冯氏和杨慕柔熟练地开始操作，和面、打蛋、烘烤，不一会儿，浓郁的香味便四散开来。大宅子虽然不在村中心，但是周边也有不少住户，闻到香味纷纷出门探寻。见是从秀才老爷宅子里传出来的，便又收回了心思。自从逃难以来，杨婉一家也好久没有吃过自家做的糕点了，刚出炉的第一批自然全给自家人吃了。杨婉还给杨三和宁川送了一些，宁川本来想拒绝，可是又耐不住自家妹妹眼巴巴地看着。多谢。尝尝看味道怎么样，我家做的糕点可是独一份呢。宁川先递了一块大的给宁瑶，自己拿了一小块塞进嘴里，软糯香甜，还带有奶香。宁川诧异地看了杨婉一眼，他是吃过不少好东西的，这东西的用料绝对是金贵，光是鲜奶便不是普通人能弄到的。好吃吗？很好吃，我从来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糕点。瑶瑶也没吃过，真的好好吃。杨婉笑着揉了揉他的发顶，有些理解为什么宁川是个妹控了。咱们去城东那边的酒楼看看，把剩下的糕点卖完，咱就回家。他们现在处的位置是城西，既然卖了糕点给刘掌柜的，便不能再卖给附近的酒楼，省得影响刘掌柜的生意。两个人走到城东花了半个多时辰，杨婉挑了间装修不错的酒楼走了进去。酒楼里生意不错，人来人往的。小二上前询问两人：二位请进，想吃点什么？杨婉神色如常：掌柜的让我来送货，不知掌柜的在何处。小二正准备转身找掌柜的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：三丫。杨婉拧眉，这称呼好久没听过了。他朝声源处望去：杨大宝。真的是你，三丫。杨大宝疾步走过来：
杨三他们人呢？你说话客气点，那是你三叔。杨大宝定了定，收敛了神色。你们如今住在何处？三叔他可是和你们在一起，阿爷阿奶都需要人照顾，他身为人子，怎能不尽孝道？杨婉暗道晦气，早知道来城东能遇到这个扫把星，他就不过来了。我问你话呢。你问我就要说，你脸是有多大？我是你堂哥。断了亲的，我哪来的哥？可别上赶着攀亲戚。三丫，你可以不管阿爷和阿奶，但是杨三不行，他必须得来阿爷阿奶跟前尽孝。是给他们尽孝，还是被你给吸血？三叔和你们也是分了家的，充其量也就给些养老钱，用得着去跟前尽孝。三叔分家可是什么也没有得到，田地粮食都留给了你们，你这个时候让三叔跟前尽孝，你脸呢？说到田地粮食，杨大宝的心里更堵了。若是没有兵祸，那确实是一大笔财产。可是如今都落户到建州了，沧州的一切又有何用？杨大宝管不了那许多，他们来得早，在县城周边的村子落了户，家里没了秦氏和二丫，许多琐事都需要自己动手做。家逢巨变，阿爷阿奶也意识到只有家和才能万事兴，他们实在想念三叔和你们，若是像以前一样合在一起过日子，也不怕被人欺负不是？杨大宝说的声情并茂，不知情的还以为是杨婉不识好歹，不尊长辈呢。停，我们已经分家断亲，别说是亲人，是仇家还差不多。我们如今过得顺风顺水的，脑子有病才会和你们搅和在一起。别拿那两个人来恶心我，一个心狠手黑，一个冷眼旁观，都不是啥好东西。要不是断亲，我能活到现在吗？你现在让合在一起过，是等着前世再卖我几回给你交束修吧？呸，真晦气！宁川，咱们走，不卖这家了。宁川一言不发地提着木桶跟着出了酒楼。杨大宝追了出来，若是让他们跑了，自己上哪里去找人去？三丫，你们究竟落户在何处？无论如何，他也要知道冯氏和杨三的下落。自己搞不定，可以让钱氏和杨老头出马，有孝道压着，他不信杨三还能忤逆。杨婉头也不回，自顾自地往前走。杨大宝急了，追上去要动手。宁川见状，挡在他的身前。让开！杨大宝伸手去推，却发现推不动。他说了不愿意。我是他哥，我有权利管教他。你是他哪里找来的姘头，拦我做什么？杨婉脚步一顿，眼眸危险地眯起来。这个杨大宝真是欠揍。让他过来。杨大宝以为他态度软和了，赶紧追上去。杨婉往身侧的巷子一拐，等到人走近后，一拳砸了上去。让你嘴臭，让你拽，没有眼力见的东西，看不出姑奶奶不高兴了。杨婉这段时间可是长高了不少，又经历过荒野求生，在沧州的时候他就能揍杨大宝，更何况是现在了。宁川有些呆愣地看着杨婉，这是需要他保护的样子吗？杨大宝怒极，挣扎着要还手，奈何手无缚鸡之力，走两步都喘得他根本就打不过杨婉。你那么想知道三叔的下落，是要帮扶三叔吗？我看你混得还挺不错的哈，要不我替你带点银子给他。杨大宝捂着被揍的地方，神色痛苦，闻言心里更堵。我没钱。他就是想让杨三两口子过来料理家里的大小事务，挣钱供他读书。如今他才知道钱财的贵重，他费心尽力的做账房，1个月才能挣2两银子，买一本书都不够。在沧州时就听说三丫分家出去之后做生意挣了钱，一日最低都有3两银子的收入呢。若是没有分家，那这笔钱全给他花用，岂不美哉？你不就是记恨阿奶卖你的事吗？你若早些显露出做生意的本事，阿奶怎么会舍得卖你？你如今给阿奶认个错，带着三叔他们过来一起生活，你做生意能挣那么多钱，阿奶肯定不会再卖你。杨婉真是被他的无耻给气笑了。嘿呀，这脸皮可真厚，难怪怎么拍都不肿。我挣的钱凭什么要用到你们这堆恶心玩意儿身上？就你会读书，我供自己亲弟弟不好吗？我家明泽明涛如今也是读书人，我家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的，为什么要上赶着找罪受？说罢起身便走。杨大宝不会那么容易罢休的，怕是还要带上钱氏等人，以后这城东还是少来为妙吧。倒不是怕他们，就是觉得恶心。卖完糕点回到村里时，已经是下午4、5点钟了。杨婉刚歇了会儿，杨三便带着林氏过来送鸡蛋。趁着大家都在，杨婉便把今天遇到杨大宝的事情给说了。三叔三婶儿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杨大宝摆明了要占你们便宜。有钱氏和杨老头在，杨三作为人子确实是被孝道压着。他不像杨婉，
杨婉一家是跟老宅那边断了亲的，前世和杨老头的生死与他家无关。杨三显然被问住了，逃难这段时间虽然说艰难，可是没有了前世他们的叨扰，他和林氏的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。两个人和和美美，日子虽苦却甜。杨婉刚提到老宅的人，他便脸色一白，回想起当初孩子从他的身体里一点一点地流出去，痛苦又无助，奄奄一息的时候还能听到前世的叫骂声。嫂娘，我答应过你不会有第二次。林氏安心地将头靠在杨三的肩上，等缓和好了情绪后，抬眸便对上了好几双咕噜噜的眼睛。众人眼里带笑，揶揄地看着两个人。婉婉应对的没错，若让爹娘找到了我们，恐怕没有什么安生日子过了。既然已经分了家，当初大半的家财也都留给了大房，在爹娘的养老问题上，他们自然该挑起大头。我能给的也仅仅只是二老的养老钱，至于其他的不在我的范畴内。没道理侄子读书的重担要压在他的肩膀上，以前没有分家，一切都是前世做主，银钱也是他管着。他要拿钱供杨大宝读书，他没有什么意见。直到林氏流产差点都没命了，他才彻底的看清了一切。万一他们找来了该怎么办啊？冯氏被搓磨了多年，对前世很有阴影。找到了又能如何？这里又不是沧州，咱们的户籍信息全部都重新登过，跟他们都不在一个户籍上，死不承认他们能奈我何？三婶也莫怕，前世之前不过是仗着三叔老实可欺，如今三叔都长进了，他再来可欺负不了你啊。对，怪我之前傻。巧娘你放心吧，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。林氏嘴角的笑意都快按捺不住了，有他这句话，自己这辈子就算是值了。三叔，村里的鸡蛋好收吗？杨三叹了口气，哎，不太好收啊。城里鸡蛋卖3文钱一个，他在村里按照2文钱一个收，虽然比城里是便宜1文，可是不用去城里就能卖掉，按理来说该是有许多人愿意的。可是今天收一圈下来，除了跟他们同样是外来户的几家，本地村民竟然没有几个愿意卖的。怕是罗仁海跟他们说过什么吧？没事儿，三叔明天收那几家愿意卖的，剩下的再去附近几个村看看。行，我明日去周边逛逛。我给的那些种子，三叔种上了吗？杨婉给的种子可是现代高科技改良过的，极易成活，质量也好。今早我就腾了2亩地出来种上了，就是可惜了那些种下去的良种。虽说有些浪费良种，可是若这些东西种出来，价值远不是那些良种能比的。三叔，咱家的地秋收之后，先别着急种东西，我有其他好东西可以种，说是能种出来，建州粮食的收成问题就能解决了。当真？啊，我在太冲山发现不少能吃的好东西呢，而且还不挑生长环境，每一样我都留了种子，等到地空出来，咱就试着种上，成不成也看天命吧。杨三十分高兴，农民哪有不喜欢收成高的粮食的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他就愿意去试。天色暗了下来，宁川带着宁瑶告别了众人，回了自己的家。宁川将今日的工钱一文一文的铺开，数了又数，嘴角一直都没有放下来过。这是他挣的第一笔钱，虽然不多，却带给他极大的满足感。瑶瑶，哥哥挣钱了，以后多挣一些，给你买新衣裳穿。不，哥哥先买，哥哥的衣裳都破洞了。宁川顺着他的视线看了下，果然见自己衣服破了好个大洞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破的。想起他穿着破衣服在城里逛了一圈，宁川有些难为情。翌日早饭过后，宁川便敲响了大宅子的门。不是说了今日不用进城卖糕点吗？咱们隔一日进城就行，糕点的制作也是需要时间的。我是找婶子有事儿。杨慕柔正在和冯氏练习裁剪衣服呢。小川，吃过早饭没呀？婶子给你去端一碗吧。婶子，我吃过了，不用劳烦了。真吃过了吗？冯氏怕他害羞不好意思说。宁川赶紧点头。啊，真吃过了，我找婶子是因为……宁川放下捏着的衣角，衣服上一个大窟窿便露了出来。我不会缝补，想请婶子帮个忙。我还当多大个事儿呢，男孩子不会缝补很正常。来吧，交给婶子，不消片刻就给你缝好。杨慕柔眼神一亮，她学了好几天的缝补了，这不就派上用场了。娘，我来，看看我出师了没？
你才学了几天呀？那布条都缝得歪歪扭扭的，可别把小川的衣裳给缝坏了。让我试试嘛，不是怎么知道不行，大不了缝坏了，娘再给他改一改。说罢，便迫不及待地拿着针线跑到宁川跟前，扯起他的衣角，认真地缝了起来。冯氏见他那架势，已经做好了要给他兜底的准备了。杨慕柔缝得认真，弓着腰，少女身姿已出现曼妙，低垂着眉眼。从宁川的角度看下去，刚好看到她卷翘的睫毛和秀挺的鼻梁。宁川僵直着身子，一动都不敢动，手不知道该放在何处，短短片刻便热出一脑门子汗来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在宁川都快要绷不住的时候，杨慕柔抬起头，好啦。冯氏看过去，只见原本就不太平整的衣服更加皱巴起来。哎，小川啊，脱下来，婶子给你重新缝吧。不用了，婶子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是吧？还是有人识货的，这不比破这个洞强？你也就欺负人家宁川老师，人家那是不想下你面子，你这还得意上了。好了，小川，脱下来吧，婶子给你重新缝一缝，真穿这样出去可是会被人笑话的。真不用，婶子，我先回去了。说罢便匆匆地离开了大宅子。另一边，杨婉逛了一圈，正巧遇上杨三背着背篓出来收鸡蛋。三叔，一起啊！三叔一个人忙得过来，你个细丫头，回去好好歇着吧。落户这么长时间，我还没有好好在村里逛过呢，正巧了，跟着三叔熟悉一下。如今村里分了两派，一派是罗仁海为首的本地人，一派是刚落户的难民。本地人太排外，杨婉一个人在村里逛荡，他还真的不放心。杨三昨日收过一次鸡蛋，本地人大多不愿意理他，他带着杨婉径直去昨天愿意卖鸡蛋的几户人家。哎呦，杨三来了，你等等，我这就去拿鸡蛋。一眨眼的功夫，他便拎了一篮子鸡蛋过来递给杨三。给，这是昨日说好的。杨三爽快地结了钱，道：王大娘，您数数，您以后有多少鸡蛋我都收。王大娘喜滋滋地数着手里的铜钱，不用出村就能挣到钱，这种好事儿怎么会不乐意呢？两个人走远之后，杨三解释道：我昨日收鸡蛋时，本地人都不愿意理我，他是个例外。他私底下来问过我，是不是有多少收多少，我答应了，他便让我第二日去找他，看来他应该是存了不少鸡蛋的。哼，这可不是他存的鸡蛋，罗仁海应该是跟本地人打过招呼，让本地人不得与我们来往。三叔收鸡蛋自然是吃了闭门羹了，可是这个王大娘是个聪明人，罗仁海再如何有威胁，跟真金白银比起来，自然是财帛更动人些。本地人不愿意卖给你，但是却愿意卖给他呀，他做这个中间人，从中间赚些差价，那还不简单？两个人又在村里逛了一圈，果然如杨三所说，本地人见了他们都不带搭理的，有些甚至在背后朝着他们指指点点。杨婉的心里十分不舒服，在回去的路上，有一户人家更是当着他们的面骂道：都怪这群外地来的难民，本来我家人口就多，原先可以种20来亩地勉强糊口，如今他们来了，分了我们的地，害得我家以后要饿肚子了。杨婉本来不打算理他，他们的到来的确是影响了本地人的利益，本地人有怨言也属正常。可是那个妇人却越说越难听，外地来的贱民怎么不死在自己老家呢？也死在路上也行啊，跑来建筑祸害人。杨婉冷眼看过去，言语平淡却清晰。什么贱民？都是大齐的百姓，谁比谁高位不成？你家20来亩地怎么来的？你心里头没点数吗？那真是你自家的地，地契可有？妇人脸色难看，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你白占便宜那么久，如今不过是把不属于你的田地还回来，这就受不了了。你有本事大可将地买在自己手里头，这样谁还能分你田地不成？没本事又爱瞎逼逼，你不服你去官府闹啊，闹大了看看能不能把你那地给闹回来。杨婉白了他一眼，转身就走。妇人急得跳脚，想上去撕杨婉，却被身边的其他妇人给拽住了。别冲动，他们可不是普通难民，没见罗村长都没有讨得好吗？咱忍一忍。就是他们人多，没那么好欺负的，咱们别跟他们打交道就是了，离他们远些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他们不会真去闹吧？咱们好不容易才种上地。哼，他们说是要闹大，罗仁海肯定是第一个出来拦的人，这件事儿不是他们闹大就能解决的，闹大了指不定是谁倒霉呢。杨三还要去其他村收鸡蛋，杨婉便自己回了家了。翌日，杨婉带着宁川去刘掌柜的酒楼收木桶，刘掌柜笑意盈盈的：
哎呀，丫头，我还以为你昨日会来卖糕点呢，害我好等。做糕点费事儿，须得提前1日准备，我都是隔日再进城的。如此美味别致的糕点，确实得花功夫呀。你可知前日你送来的1桶糕点，我当日便卖完了。昨天还有不少人询问，准备跟我订货。我这昨天没见着你，我也不敢给他们一个准话呀。你今日带了多少糕点过来？今日也是2桶，因着我们是外来户，对建州百姓的喜好并不了解，便没有做多少。也是，但是好东西从来不怕被埋没，你这糕点确实是一绝。你今天带来的所有糕点我都要了，往后若能多做些更好，你能做多少，我便要多少。我原以为外头战乱，加上建州百姓的口味不同，糕点应是没那么快卖完才是，没想到还挺畅销的。刘掌柜的招呼店小二将2桶糕点全都提进后厨，又从柜子里头拿出2锭元宝递给杨婉。各个地方都有富人也有穷人，富贵人家短了什么也不会短了吃喝的，只要合心意便不会太在意价钱。这银钱除了结算，你今天带来的这2桶糕点外，剩下的便用作定金了。你尽可放开手脚的去做，不用担心销路问题。刘掌柜知道这些糕点用料金贵，怕他没有银钱买材料，便给了杨婉好些钱做定金。杨婉失笑，他家只做2桶糕点，一来是担心销路问题，二来是不想冯氏他们太过劳累。杨婉接过银子，神情并无多大波动。刘掌柜的挑了挑眉，这丫头明明是新落户建州的难民，他给的可是20两银子呢。换做普通人家，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元宝，他竟是不动声色。刘掌柜的，我家这糕点确实挺费神，我也只能尽量多做，送货的时间依旧是隔日一次。成，你能做多少，我便要多少。杨婉自然是乐意的，比起自己挑出去散卖，他更愿意卖给酒楼，不用跟排外的本地人打交道，也不用担心糕点铺子的报复。跟刘掌柜谈妥了之后，杨婉和宁川便出了酒楼。家里那几个弟弟读书的笔墨纸砚早就该买了，今日早早的卖完糕点，便顺势去书肆走一遭。书肆里头没有几个人，能买得起书、读书识字的大多是富贵人家，自有小厮书童来买。书店的掌柜见2人不像是读书人，便也懒得起身招呼，自顾自地坐在椅子上对账。杨婉不太懂古代文房四宝要如何区分好坏，但是有一点是通用的，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。他仔细地问了店小二各种文具的价格，挑了中等偏上的几种。夫子要开始教村里的孩子们认字儿，练字儿的纸肯定少不了。店里五花八门的各种纸，杨婉看得眼花，不知道该买哪一种。就买竹制的毛边纸吧，纸质细腻，薄而松软，脱墨，吸水性也好，价格也便宜，最适合初学者用来练字了。你读过书？以前爹娘逼着学过一段时间，后来见我实在顽劣，便放弃了。你家以前条件不错吧？书可不是每个人都能读得起的，好些读书人都需要举全家之力供养。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如今没了爹娘护着，我才知道世道艰难。日子还长着呢，会好起来的。杨婉一言买了200来张毛边纸，所有东西算下来竟然花掉了12两银子。去结账的时候，掌柜的诧异的看了2人几眼，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来买东西的。因为买的东西挺多的，掌柜的便送了他们一个书箱。2个人刚要出书肆，很不巧又撞上来买纸的杨大宝。杨大宝盯着宁川还未背上去的书箱，里头装了满满当当的各种东西，光是纸就有一大摞，笔墨都是他想买却买不起的。这一书箱的东西算下来，没有10两银子可拿不下来。杨大宝伸手要去拿上面放置的砚台和毛笔，哪里来的小贼，当众就要抢东西啊！店小二闻言赶紧过来盯着。杨大宝嫉妒的快要发狂了，凭什么？这些东西就该是买给他用的，他才是杨家唯一的读书人。三爷，把书箱给我。12两银子，给钱我就考虑考虑给你。这些东西你买回去也没用，还不如给我。我买给自家弟弟的，怎么没用了？就算是没用，我扔了也不会给你。那2个蠢货怎么配？老老实实跟杨三一起种地不行吗？非要浪费钱财在他们身上。今年8月的院试一过，我就是秀才了，到时候光宗耀祖的还不是我？你就该买给我。杨婉额头青筋冒起，要不是在书肆里头不方便，他非得要揍死他不可，这也太恶心人了。你再多说一个字儿，我可就要动手了。杨大宝立时便定住了，脸色铁青，上次被揍的地方隐隐作痛。宁川，我们走。杨大宝盯着2人离开的方向，双目赤红，手握成拳，极度的不甘心。书肆的小二紧盯着杨大宝，
眼里透出些许鄙夷来。杨大宝抬眸对上店小二的眼神，心里头更加难堪，脚步再也无法踏进书肆，转身逃也似的离开了。杨大宝回到家，他们如今落户的地方是离青阳县城最近的桃枝村，条件比一般难民要好上不少。大宝，今日怎么回来的如此早？阿奶这饭都还没做好呢。我又碰上三丫了。问出他们的地址没有？杨三这个不孝子，那么长时间了，不知道找爹娘尽孝。你做账房那么辛苦，哪有时间读书呀？等找到他们，你就辞了酒楼的事，让他们拿钱供你读书。如今他们的日子好着呢，三丫随随便便就能掏出10多两银子买书给那2个废物，哪那么容易让我们找到？这个赔钱货反了天不成？我可是他亲奶奶。他不认，他记恨你当初卖他的事儿呢。如今他拿段青说事儿，咱们也不能拿他怎样。我要早知道他有这个本事，我卖大丫二丫也不会卖他。断了亲又如何？他身上流着我老杨家的血，就该挣钱给我们用。你在哪里碰见他的，我就去那附近守着，我就不信逮不到他。在城南的书肆。好，阿奶明日就去那附近守着，再碰上他，定不会让他轻易跑了。见杨大宝一脸的倦色，钱氏心疼道：哎呦，苦了我家大宝了，都怪那个柳家，早点让柳叶带着嫁妆嫁过来伺候你读书多好呀，非得让你考中秀才再办婚事，想的倒是挺美。大宝要是中了秀才，哪里还轮得到他家柳叶，多的是富贵人家小姐肯嫁。当初遇上柳强，两家人一起从城里借道逃难，速度比其他难民快上不少，否则也不会落户到条件这么好的村子。柳家人一开始对他们的态度都挺好的，对他们也颇为照顾，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态度变冷淡下来，甚至婚事也有意推脱，执意要让大宝先考中秀才。爹呢？杨大宝道：不知道又跑哪里鬼混去了，天天回来一股酒气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银钱去买酒。你阿爷一个人是农田地，都累得不成人样了，柳家人也不说帮帮忙。秦氏那个贱妇带着二丫跑了，如今这家里里外外都得我操持，一天累得跟个陀螺一样停不下来。钱氏骂骂咧咧个不停，只要一提起话头，他便有抱怨不完的话。杨大宝也是听烦了，我去看书了。这个家如今让他极度不舒适。好好好，快去吧，好好歇歇，奶奶待会儿给你煮蛋吃。只要大宝中了秀才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到时候谁还敢看不起他。杨婉回到村时已经是下午了，将书箱交给夫子之后，便去了做糕点的房间。冯氏不在，杨慕柔一个人躲在里头发呆呢。姐，娘呢？杨慕柔一怔，回过神来。自从知道老宅那边的人也在青阳县附近后，娘便有些担心三婶儿，去三婶那边串门去了。杨慕柔的脸色有些不好，整个人恍恍惚惚的。杨婉有些担忧：姐，你怎么了？遇上事儿了？杨慕柔紧皱眉头，咬着唇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姐姐，你真遇上事儿了？你说给我听啊，指不定我能给你出出主意呢。我今日出门去河边洗衣裳，不知道打哪来了个男的，胖得跟个球一样，穿着富贵，非要让我给他做小妾。我不理他，见他不是普通人，便想着赶紧走，谁知道他让2个家丁拦住我，要伸手摸我的脸，我一着急便推了他一把，他太胖了，直接就摔到河里了。家丁忙着救他，我便趁机跑了回来。婉婉，怎么办啊？我没敢跟娘说，可那个人一看就不普通，万一找来了可怎么是好？杨婉也有些心惊，若是普通村民，他们自然不怕，但若是不是，如今他们刚刚落户，根基尚浅，极易重创。姐姐，你别担心，这段时间少出门，他兴许是心血来潮，若长时间找不到你，也就淡忘了。可是我还把他给推到水里了，万一他找来，我怕他报复咱们家。杨婉虽然心里担忧，面上却不显，极力地安抚着受惊的杨慕柔。他真找来了，那咱就报官，告他强抢民女。他虽然安抚住了杨慕柔，心里头却是担忧的。那人如果执意要找到杨慕柔，早晚会找到的。能够随身带着家丁的人，恐怕这身份不简单呢。
对待底层农民多的是办法让人妥协。这事儿可不小，不能瞒着家里人。冯氏一回来，趁大伙儿都在的功夫，杨婉便将杨慕柔的事给说了出来。冯氏脸色一白，赶紧拉过杨慕柔仔细端详着，见没有受到什么伤害，这才松了口气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竟然想瞒着我？杨慕柔眼眶泛红，咬着唇瓣不说话。放心，娘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不会让人欺负你。李夫子的神色有些凝重。这事儿须得谨慎啊，不过也无需过多担忧。我虽无甚根基，但是到底有个秀才头衔，别人也不能太过肆无忌惮。夫子，我何时可以下场一试？李夫子倒是猜到了他的心思了，心里暗叹，原本是想压着他，让他多磨练几年心性，担忧他太过早慧，不利于今后的发展。可是如今被家里的事情一激，他想早点有功名在身，好庇护家人，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明涛天生就是读书入仕的料，无论是天赋还是心性，都是常人不能及的，唯一的缺点便是太过护短。今年建州的乡试已过，你若想下场一试，明年2月便可。明涛垂眸不语，板着小脸。夫子看出他心绪不佳，安抚他：你不必急躁，如今这事儿还未发展到最坏的地步，一切还尚未可知。你既有下场一试的心，现在便要下苦功了。明涛点了点头，一副小大人的模样。我们明涛真聪明，才读这么点时间的书就敢下场考试啦。姐姐我写个字儿都还歪歪扭扭的呢。二姐最聪明了，会写很多字儿，只是用不惯毛笔而已。家里的事儿明涛不用担心，咱家可不是好欺负的。你和明泽乖乖吃饭，好好读书才是正经。明涛最听杨婉的话了，闻言默默地将心思藏起来，暗暗地发誓要尽快成长起来，护住家里人。隔日，宁川过来敲门的时候，杨婉道歉道：可能要麻烦你单独送货一段时间了，家里头出了点事儿。出了何事了？可要紧？这事关乎到自家姐姐的名声，不能随处说，但是宁川跟自家关系匪浅，这件事说给他听也无妨。我姐姐可能被人给盯上了，我得在家守着。宁川绷紧了身子，努力地克制自己暴虐的情绪。可否细说？杨婉将杨慕柔的话复述了一遍，又补充道：那人的身份尚不知晓，但是肯定不是一般人，想来这几日肯定会来村里寻人，我得在家里守着。酒楼那边下了定金，不好耽搁，糕点的事儿还得要麻烦你多费心了。好，我尽早送完过来，跟你一起守着。下午的时候，果然有许多穿着一致的家丁出现在仓河村里，他们首先便去找了罗仁海。不知贵人寻我何事啊？领头的家丁在外头横惯了，根本就看不起普通百姓。前日我家少爷心血来潮来这边输地租，在河边见到个姿色不错的丫头，准备纳她做妾。你是村长，你去找找这个人，找不到，你这个村长也别做了。罗仁海惊出一身冷汗来，这个小地方多少年没有来过大人物了，地主收租都不愿意亲自过来，怎么突然冒出个少爷来？不知是哪位地主家的少爷？哼，我家少爷可是县令夫人的侄儿，能被我家少爷看上，那是他几辈子就来的福分，多少人想攀还没这个机会呢。哎，我这就召集人去找，想来也不费什么事儿。能攀上县令亲戚的好事儿，谁会推脱呀？只怕是巴不得贴上去吧。罗仁海带人在村里走了一圈，将贵人看上了前日河边洗衣裳的人这件事儿给散布出去，却自动绕过了新落户的难民。这种好事儿怎么能让那群难民沾边呢？罗仁海门前陆陆续续的来了不少人，都是昨日和前日在河边洗过衣服的。这老老少少的来了一大堆，大娘、婆子，还有几个拄着拐蹒跚着赶过来的老人。领头的家丁脸色青黑，噌的一下站起来。这么半天你就找个这些人？我跟他们说贵人看上的前日河边洗衣裳的人，谁知道他们会过来？我看你这村长是老糊涂了吧，该换人做了。罗仁海吓得冷汗直流。哎呦，贵人息怒，村里人太多，有些外出了，这一时半刻的恐怕找不到呀，不如宽限几天，等我挨个仔细问清楚了。领头的家丁想想也是，这小破落地方请他都不愿意来，这种天大的好事儿，谁不会上赶着凑过来？想来正主可能外出不在，自己不若先回去复命，等几天看看。行，给你3日时间，3日后我再过来接人，若是找不到，你这个村长便不必再做了。罗仁海连连点头称是，将人给送出村后，这才松了口气。
村长，贵人到底看上谁了呀？看上谁也不会看上你们这帮半老徐娘，心里头没点数吗？净给我添乱，害我无辜被骂。你当时也没说清楚看上了什么，我们还以为是贵人看上我们干活麻利要招工呢。贵人是看中了前日河边洗衣服的丫头，要纳她做妾呢。贵人可是跟县令是亲戚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。你们回去好好问问附近的人。杨三四处收鸡蛋，常在村里逛，听到了不少消息，当晚便找了过来。我听王大娘说村里在找个丫头，说是要送去给什么贵人。婉婉，你们这几天别出门了，免得惹上麻烦。哎，三叔，咱们已经惹上了。杨三听完前因后果之后，神色慌张起来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听王大娘说，那个贵人是青阳县县令夫人的侄儿，被他盯上，怕是没有那么容易摆脱呀。三叔，咱们新落户的这批村民并没有收到消息，说明罗仁海并不希望那个人出自咱们新村民之中。不管他出于什么心思，这件事儿有他在前头挡着，能给咱们争取不少时间。明日三叔就跟着我们进城一趟，我去城里买一间院子，让大姐去藏着，等时间长了找不着人，那个贵人自然会淡忘掉的。冯氏心疼的抱着杨慕柔抹眼泪。咱们这才过几天安生日子，怎么偏就跟咱们过不去呀？娘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去城里生活？杨慕柔也十分难过，她也是不想离开家人的。娘，放心吧，咱们迟早是要去城里发展的，弟弟们读书也不可能一直窝在村子里，我做生意也考虑在城里买铺子的问题。我院子买大一些，够咱们一家人住，咱们日后进城也方便，不用来回赶了。行，娘以后多进城去看你。翌日天不亮，杨婉一行人便出发进城，这次没有坐村里的牛车，牛车毕竟是本地人的，这么大阵仗，又是这个节骨眼上，很容易让人怀疑的。这次咱们进城顺便就买辆马车吧，这样来回跑也方便些。宁川有些意外，原以为他们一家不过是普通难民，看样子在沧州的时候家境应是十分殷实的。一进城，杨婉便先去清风楼寻刘掌柜。刘掌柜的，这是今日的糕点。好几日不见你，我以为你忙着做糕点，没有时间送货呢。今天怎么有时间进城了？确实是忙，今日进城是想请掌柜的帮个小忙。刘掌柜的有些意外。哦，什么忙？想问问掌柜的可有认识靠谱的牙人，我们新落户建州，需要置办一些家产。嗨，小事一桩。小赵，你去城北永康胡同寻一下王大柱，就说有生意找他。老王啊，给你找了桩生意，他们是我朋友，要置办家产，你可得好好招待，别忽悠人家呀。说了什么话？我是那等忽悠人的奸商吗？两个人的关系很铁，经常一起喝酒吃茶，说话也肆无忌惮的。王大柱冲杨三问道：不知阁下要置办什么？这一行人里头就杨三最大，想来便是正主了。你问错人了，是我侄女要置办。王大柱一脸的意外，连忙调整笑容道：哎呀，我的错，不知小娘子要置办些什么？我想买个宅子，再买辆马车，不知道大柱叔有没有合适的资源？这确实是单大生意了，若做成，他少说能挣5两银子呢。小娘子可找对人了，这青阳县没有哪个衙人资源有我多，你放心吧，保证能找到你满意的宅子。不知小娘子要买什么样的宅子呢？有没有那种临街的，前面可以用来做铺面，后面带院子能住人的？这种宅子可不便宜，王大柱心里越发的慎重起来，他还是低估了几个人。有是有，就是价格不会太便宜，没有200-300两银子拿不下来。王大柱实话实说，先把大概的价格区间说出来，免得到时候白忙活，也算是实诚的。杨婉也在心里满意，刘掌柜确实给他找了个不错的衙人，若是其他衙人才不会管你有没有钱呢，带你东逛西逛的，到时候若不买还得付一大笔辛苦费。杨婉估算了一下，自己手里有将近600两银子了，买了宅子和马车还能剩一些，糕点也是个稳定的进账，这宅子他们买得起。劳烦大柱叔带我们去看看吧，若是合适，我们今日便要定下来。这么着急？是有些着急，还请大柱叔多多上心。他们是不可能再带着杨慕柔回村的，若是今日买不了宅子，那他们也得住客栈，要白花不少钱呢。这是自然，那咱们现在就去看宅子吧。王大柱带着杨婉一行人来到一条街上，这边人流量还行，并不算多。
街道两边是糕点铺子和一些小吃铺，街道很宽阔，卫生也弄得很干净，看起来像是有专门的人管着。这里呢离西市近，现在看着人不多，但是每3日一次集，到了集日人流量极大，比其他30人更多些，非常适合做生意。铺面大概10几平米，并不大，后面的院子也小，堆满了各种杂物，要清理出来得花费不少时间呢。有2间厢房可以住人，却很小，人进去感觉很逼仄。杨婉蹙眉，不是很满意这里。这里虽然说不大，但是地段很好，生意极好做。原主人家若不是遇上急事儿，也不会要想着卖了。这里若是要买下来，得花多少钱？原主人开价300两。你是刘掌柜给我介绍的人，我便实话与你说吧。这家主人着急出售，你若真心想买，我可以帮你联系他，价格也还有商议的空间。先不急，再看看其他宅子，若是没有合适的再说。他又带着众人来到另一条街，这边人流量更少，铺面大概20平米，比上一个铺面要大一些，后面的院子也小，只有1间厢房和1间库房。这里主人家要价400两，而且不太好商议价格。再看看吧。王大柱耐心极好，没有一点不好的情绪，果断锁了门，带着几个人又看了几处铺面。在城西逛了一圈下来，杨婉竟是找不到一处满意的，不是太小了，就是太贵了。卖宅子呢，确实需得谨慎，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定下的。你催得紧，我便只带你看了最近的几处。若是时间宽裕呢，东市、北市、南市也有宅子出售的，我都可以带你去看看。那就再劳烦大柱叔带我们去北市看看吧。若是再没有合适的，杨婉便决定住一宿客栈，明日接着找。到了北市，王大柱带着几人来到最热闹的一条街上，这边人多，大多是附近村子的百姓进城来采买的。铺子大门比之前看的所有的铺子都要大，想来面积不会太小。果然，杨婉进去之后观察了一番，铺子大约有40平米，比之前看的所有铺子都大，后院也大，光是厢房就有4间，库房2间。若是不放东西，将库房给腾出来，还可以住人呢。院子里头种了一棵桃树，桃树看起来都有些年头了，占了很宽的地，枝干粗大，正值春季，桃花盛开，香味扑鼻。杨婉看了一眼，便喜欢上这儿了。这处宅子呢，原先住着一对老夫妻，我也是认识的。他们儿子发达了，要接他们进京一起住，这宅子便让我帮他们卖了，价钱很合适，只有一点，他们让买了宅子的人要好好的照顾这棵桃树，否则多少钱都不卖。这棵桃树呀，是老夫妻成亲的时候种下的，到如今有40-50年的树龄了。这处宅子要多少钱？你们若能答应照顾好这棵桃树，不随意砍伐，350两可卖于你们。若不是刘掌柜介绍的，我兴许也不会带你们来。这个价钱确实合理，这么大的宅子，又连着那么大的铺面，而且位置还是在街道中心，怎么看都相当划算。不用再看了，就要这间。可否做到我提的要求呢？那对夫妻和我关系不错呀，信任我才将宅子交予我。若是办砸了，我会一辈子愧疚难安的。大柱叔，你放心，我既决定要买，便会办到你说的事儿。这棵桃树我也着实喜欢，自会好好照料着。您若是不放心，大可随时来看。咱们如今都住在北市，您过来也方便。既如此，价钱便也好商量，300两便可卖于你们。老夫妻卖这宅子也是想有个人照顾桃树，价钱方面并没有过多要求。多谢大柱叔，银钱我现在就可以给你，手续要多久才能办完？我在县衙有熟人，最迟不过3日。你们若是着急，现在就可以住进去。这正合了杨婉几个人的心意。那如此，便劳烦大柱叔多费心了。应该的。大姐，先收拾着院子，我和三叔还有宁川去车马行看看去，买把马车，再买些生活用品过来。杨梦柔点头，便开始动手收拾起来。杨婉几人又跟着王大柱到了青阳县最大的车马行，马的好坏他并不会看，只能跟着懂行的王大柱转悠。这匹马不错，就是价格不会太便宜的。你们若是预算够，我建议买这匹。杨婉上前去，大着胆子伸手摸了摸，马自觉地垂下头去，看起来十分的温顺。这确实是匹好马。那就买这匹吧。结账的时候果然不便宜，20两银子讲了半天价，最后以18两银子成交。一切办妥，王大柱道：我现在便去官府给你们办理过户手续，大约需要3日时间。
我们这几日便住在刚刚新买的那处宅子里。大叔办妥之后，可去那里寻我。王大柱离开后，杨婉几个人在附近买了些生活用品。回到宅子的时候，杨慕柔已经打扫的差不多了。这宅子挺干净的，那对老夫妻好多东西都没有带走，都还能用呢。杨婉仔细的逛了一圈，见果然如此。杨慕柔打扫了一间厢房出来，杨婉将买来的新被褥铺上，便能够住人。三叔、宁川，天色已晚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陪姐姐住几晚，等到七叔都办好了，我们再回去。这几日村里有什么动静，记得来通知我。宁川需要送糕点进城，正好可以给他们传递消息。杨三有些不放心，你们2个丫头每个大人看着，会不会不安全啊？三叔放心吧，这里在街道中心，人那么多，县衙也经常派人巡逻，不会有事的。杨三和宁川出去，见四周都有人活动，而且确实有捕快巡逻，这才放心的离开了。没了旁人，杨婉也不再顾忌了，懒得生火做饭，便从空间里拿出各种现成的食物。如今在城里也有了落脚的地方了，杨慕柔也不再担惊受怕，一边吃一边考虑起以后的生计来。婉婉，那么大的铺面，你想用来做什么生意呀？不知道，大姐有什么好建议吗？我哪里会做什么生意，一直都是你做主，我听你的。那就先空着吧，买宅子也是事出突然，等这件事情过去了，咱们一家人再好好商量。罗仁海焦躁地在自家门口走来走去，时间已经过去2日了，明日贵人便要来村里接人了，可是贵人看中的丫头一直没找到啊。那日在河边洗衣裳的适龄丫头倒是有，可是一看便不是那种贵人看一眼就能喜欢上的地步。老头子，你说贵人看中的丫头会不会在那群新落户的村民中啊？罗仁海也有这个想法，可是到底不甘心呢，那群人可不是那么好拿捏的，真要是发达了，那村长说不得就得换人做了。可是若找不到那个丫头，贵人发怒，他这个村长也没得做，说不得还要受些皮肉之苦。我去和那群新村民说说，先找到那丫头再说。哼，真是便宜他们了。罗仁海找来的时候，正是大家吃中午饭的时间，有不少人端着碗出来，在门边边吃边聊天。见到罗仁海，他们都很稀奇。罗仁海冷着脸对着几个在门口吃饭的村民道：你们去问问，有没有谁家丫头前几日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遇上什么贵人了？她被贵人看上了，要过好日子了。村民们听得云里雾里的。前几日在地里干活的时候，就听到本地人说罗仁海在找什么人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罗村长，是什么样的好日子呀？自然是呼奴唤婢的好日子。村民们面面相觑，真有这等好事儿？村长会告诉他们？怕不是其中有诈吧？有村民悄悄地去找了村长，见到对方又搬出以前的村长，罗仁海脸色更黑了。村长也不管罗仁海黑不黑脸，他得问清楚事情的缘由，免得坑害了自家村民。5日前，有位贵人路过藏河村，在河边相中了个洗衣裳的丫头，要纳她做妾。贵人的身份可不一般，和县令大人是亲戚，入了贵人的眼，便不用在土里刨食儿，自然过的就是好日子。村民们互相看了一眼，暗道：做妾可不是什么好日子呀。村长心下一惊，能被看中的丫头年纪起码不会太小，他家里头就有一个适龄的。他压下心里的惊异，神色如常。5日以前的事儿还真不好查呀。不过正如罗村长所说，既是好事儿，想来若真有，那丫头自己就会站出来认下。我这就挨家挨户的去打听打听，看看有没有这回事儿。拉走了罗仁海，村长神色立马凝重起来。村长，咱村里头适龄的丫头就那么几个，可都是好孩子呀，咱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跳火坑里头呀。罗仁海对咱们这边的事儿并不上心，谁家有几口人，有没有适龄的丫头，他压根就不知道。你们守好自己的嘴，别乱说话。村民们赶紧点头。放心，村长，我们知道轻重的。村长赶紧回到自己家里，四处寻找自家女儿杨兰兰。刘春桃纳闷了：哎，你火急火燎的找她干啥呀？她去河边洗衣裳去了。出大事了，赶紧去把她找回来，我有话问她。刘春桃见他脸色沉重，不像是开玩笑，赶紧出门寻人去了。村长又来到李大夫家，见李彩儿正在跟李大夫炮制药材呢。彩儿5日前可有在河边洗衣裳遇上什么人了？李彩儿一脸蒙圈，搞不懂村长问这些做什么。没有，
家里家务都不需要我做，我只需要跟着阿爷学艺便可。村长松了口气，没有便好，你们忙着吧，我去问问其他人。说罢转身疾步走了。他没有功夫跟人仔细解释了，若是那个丫头真是出自自家村民里面，他还得想办法帮人给遮掩，说不好得将人给送出村去。刘春桃已经找来杨兰兰了，村长赶紧问他5日前有没有去河边洗衣服过。杨兰兰摇头，他娘宠他，家务很少让他做，只让他好好的练针线活，说不是自己来月时弄脏了贴身衣物，他今日也不会跑去河边洗衣裳的。不是自家闺女，村长心里头便没有那么着急了，给他们解释了其中原因。爹，该不会是杨慕柔吧？她5日前确实有去过河边洗衣裳，路过这里时我们俩还聊了会儿天呢。村长的心再次又被提起来了，他是极其不希望这件事情落在自家村民身上的。随即又想起来，杨婉一家不是普通人，他们各有各的长处，若是真有这事儿，恐怕会有所打算的。我去杨家一趟。冯氏将村长迎进了院内。罗仁海在村里找的那个丫头，是不是你家慕柔啊？冯氏知道这件事情瞒不了多久，村长既然找过来，怕是知道什么了，索性实话实说。是。可有应对之策？事发的第2日，我们便将人送到城里藏了起来。咱们是新来的，本地人对咱们也不熟悉，等到风头过了，再把人给接回来。哎呀，也只能先这样了。如今罗仁海已经找到咱们这边了，我回去再叮嘱村民们闭紧嘴巴，等过几日再看。罗仁海说那个贵人是县令大人的亲戚，青阳县县令是个好官，想来不会纵容自家亲戚强抢民女的事情。若事情真到无法收场的地步，咱们该报官就报官。冯氏知道村长是真心的在为他们打算，感激地说：劳烦村长费心了，如今也只能先这样等着看看了。村长又安慰了几句，便起身回去了。罗仁海左等右等，等不到人，眼见天色不早，再找不到人，明日贵人来了，他拿什么交差呀？罗仁海又火急火燎地找到村长，开口就指责道：你不是找人吗？人呢？这么半天还没找到。确实没找到，那丫头可能不在我们这些人里。我村长要不去别处找找吧。找不到你不会跟我说一声，白耽误我那么长时间。若是明日贵人怪罪下来，没你好果子吃。哎，这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贵人又没让我找人，我也就帮你在新来的这些村民里头问了问，都没有，我还能凭空变一个出来？他瞪了村长一眼，怒气冲冲的在这附近挨家挨户的找了起来。可是问了一圈，要么家里没有丫头，要么丫头还小，要么就是没有去过河边，总之没有一个符合的。罗仁海忧心忡忡的回到家，哎，找到了吗？没有。2个儿子凑过来，怎么可能？会不会是故意不承认？金氏想了想这种可能，又摇头。谁会拒绝这种好事儿呀？咱家要是有这丫头，我把她供起来都行，怎么可能不承认呢？爹，你说了这事解决之后帮我去接张月回来的，我都好几个月没媳妇儿了，急死我了。你爹我都要倒大霉了，你还在想媳妇儿，你就不能有点出息？找不到就找不到，贵人问起来就说是那群新来的村民把人给藏起来不就行了，把责任甩出去。贵人生气也不是冲咱们生气，让贵人去收拾那群不服管的难民，岂不是更好？罗仁海一顿，眸底金光一闪，笑了。嗨，说的不错，不愧是我儿子，脑子就是好使。翌日中午，一辆马车驶进苍河村，马车周围围满了家丁，目测有30几人的样子，阵仗十分的大。村民们不敢靠近，只敢远远地观望着。村里路面崎岖不平，马车没有继续驶进，停在一处相对平整的地方。罗仁海老早便等在村口了，一见到来人，立马讨好的凑上前去。少爷到了。陈耀祖点了点头，并不下马车，怕脏了自己的鞋子。人呢？还不把那个鸭子带过来？周围好些带着自家丫头过来抢潘贵人的村民见这阵仗，就打起了退堂鼓。贵人莫怪，那丫头没找到。什么？不等陈耀祖发话，家丁便对着罗仁海斥责起来。我怎么交代你的？你又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如今我们家少爷都亲自过来接人了，你居然说没找到，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你这村长是不想干了吧？贵人听我解释，我实在是有苦难言呐。陈耀祖来了兴趣了，歪着身子摩挲着大拇指上的玉扳指。说说看，你一个村长在村里头能有什么苦？贵人有所不知，我虽是苍河村的村长，可也不是所有人都服我管呐。
村里新落户了好多难民，他们人多势众的，抱成一团，有自己村长，我实在是拿他们没有办法。本地村民我都找过了，没有贵人要找的那丫头，倒是有几个长得还算过得去的丫头，要是贵人喜欢带走也成。罗仁海虽然没有直说那个丫头在新落户的村民里，但是在场的众人仔细一想便能想到了，本地人都找过了，没有，那岂不是说那丫头就是在新村民里头了？陈耀祖骂道：没用的东西，连吃难民都拿不下。罗仁海抖直身子不敢吭声。你既然说那群新落户的村民有自己村长，那你去把他叫过来，我问个话。罗仁海忙不迭的点头。我这就去，贵人稍等。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马车，而且路又不好，陈耀祖浑身不舒坦，神色更是阴狠。那个丫头姿色上佳，不比富贵人家的小姐差，还是个带刺儿的，他自要带回去好好的疼爱一番，一根一根的把他的刺给拔掉。村长一直盯着那边的动静，见罗仁海又找了过来，立马意识到不好，赶紧让张根子去大宅子找李夫子。杨树林，贵人说找你有事儿。村长深吸了口气，他其实并没有多怕，杨平、张勇和赵大义等人不放心村长独自过去，便一同跟了去。他们如今已经落了户了，是建州的良民，即便是官府的人也不能随意打杀他们，更何况对方也是白身，并没有官职在身，更不能对他们如何。村长等人镇定地来到马车前，拱手见了个礼。不知贵人找我何事？听说你们有意阻拦本少爷找人，此话何意？我们何曾阻挠过贵人寻人呐？怎么跟我家少爷说话的？你可知道我家少爷身份？村长自然是知道的，可那又如何？一路逃难过来，什么样的人他没见过，他还亲手杀过人呢。贵人寻人这事儿，我们也是昨天中午才得知的，当日便认真的找了个遍，并没有贵人说的阻挠啊，是这样吗？罗仁海吓得两股战战，抖着腿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家丁上去推搡了他一把。少爷问你话了？没有，他说谎。罗村长这话我可不敢苟同，贵人大可以派人去打听打听。我们这批新落户的难民一共是106口人，除了刚落户那会儿，是不是昨天才见到罗村长的身影？罗村长跟我们有仇，他当初占了我们村一位秀才老爷的宅子，跟我们闹了个没脸，如今这是要趁机报复呢。贵人可不要被他利用了。不知贵人是何时让罗村长在村里寻人的？村长几人不卑不亢，腰杆挺得笔直，说话条理清晰。相比起罗仁海的战战兢兢，几人的话更为可信。3日之前我们便来过一趟，没找到人，我们给了他3日时间寻人，到如今竟还未寻到。人都是这样，你若是一直表现得唯唯诺诺、担惊受怕的，只会让人更想踩上一脚；你若是大大方方、不卑不亢的，别人反而高看你一眼。那我可就要仔细问问罗村长了，为何贵人3日前就让找的人，我们昨日中午才收到消息呢？罗村长可是有意隐瞒什么？我忘了与你们说了。忘了？哼，要找人的时候忘了我们，怎么如今贵人问罪起来，你又想起我们了呢？你就是故意办砸贵人的差事，推责任给我们，好借贵人的手报复我们，以解你的心头之恨吧？胡说，我没有。是没有故意办砸贵人的差事，还是没有故意的报复我们？村长并不打算放过他。罗仁海这个时候找他们过来，本来就没有编什么好屁，若是让他成事了，他们虽然不怕，但是也嫌麻烦。陈耀祖也看出其中的蹊跷，他最恨别人欺瞒他。再看罗仁海时，神色便冷了下来。3日时间人没找到，心眼倒是爽了不少。你这个村长怕是要做到头了。贵人饶命，我真的认真找了，就是没有那丫头。不过我找了不少长得还行的丫头，贵人看一眼吧。他们那群人里也有几个长得不错的，若是看得上眼，带走就是。村长几个人脸色沉了下来，这罗仁海可真不是个东西，这不是卖女求荣吗？卖的还是别人家的女儿。陈耀祖果然来了兴趣，他后院的女人很多，但都不够味儿，时间长了他一点也提不起劲儿。那日在河边见到那个丫头就很合他的心意，他当时就有反应了，若再来几个这样的，岂不是妙哉？吼，这小小村里头竟然有如此多妙人，带上来我瞧瞧。罗仁海脸上一喜，说是贵人再看上村里其他丫头，贵人一高兴，说不定就放过他了。他赶紧起身，动作飞快地跑到远处等着的一群本地村民跟前。贵人让我带他们过去看看，若是被看上，那可是草鸡变凤凰，祖坟冒青烟的好事儿。真是多亏了村长，村长放心，若我家丫头被看上了，我定不会忘记村长的恩情。赶紧跟我过去，别耽搁时间。
陈耀祖看着眼前几个黑瘦干瘪的丫头，额头上青筋直冒。关键这几个丫头还含羞带怯的瞟他，只把他给恶心的早饭都要吐出来。这就是罗仁海说的长得不错的丫头，连他家粗使丫鬟都不如。这罗仁海是存心膈应他吧？赶紧带他们走，我一刻也不想见到他们。家丁闻言上去撵人。贵人再仔细看看呀，他们几个是村里最出色的丫头，您多看看肯定会喜欢的。陈耀祖操起手边的茶杯，狠狠地砸了出去。哎呦！茶杯稳稳地砸在罗仁海的头上，碎裂开来。放你娘个屁！来人，给我狠狠地打！陈耀祖怒极，他那日见到的丫头眉目如画，肤色雪白，在河边洗衣服时因为用力双颊晕红。他警惕地看向她时，眼里波光影影，像是随时都会消失的仙灵。这么绝色的美人儿，怎么会是外头这群又脏又臭的人能比的？不一会儿，罗仁海的惨叫声响了起来。他终于意识到不对劲儿了。贵人怕是没看上这几个丫头，可是看不上也犯不着打他吧。他挨了好几下棍棒，忍着剧痛道：贵人没看上这几个，还有那群新村民里头的丫头没看呢，贵人不若再看看。陈耀祖有些犹豫，罗仁海说长得不错的丫头就是眼前这几个扎人眼睛的玩意儿，说是再来一批，他怕是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。先把那群丑女撵走。家丁们上前，神情凶恶：赶紧给我远点儿，别捂了少爷的眼，长成这样还翻往少爷跟前凑。几个丫头委委屈屈地回到自家爹娘身边。怎么样啊，贵人看上你们了吗？贵人压根就看不上我们，村长就是故意带我们去出丑的。就是那些家丁好凶啊，像要吃人一样，村长都挨了打了，我们要是不走也要挨打。村民们面面相觑。村长刚刚过来不是说的挺好吗？这几个丫头可都是村里拿得出手的，长相端正又干活麻利，怎么就没有被看上呢？少爷，人已经撵走了。他刚刚说你们这群新来的村民中有几个长得不错的丫头，人呢？带过来我看看。村长垂眸，眼中眼底的厌恶，不卑不亢的道：敢问贵人寻这些丫头作甚啊？放肆！少爷让你们带人就带人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这些丫头都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跟自家侄女差不多，自然是要问清楚的。若有本少爷看中的，自然是要带他们去过好日子。贵人勿怪，我们这批村民自沧州逃难落到建州，一路上见过无数家破人亡的惨事，对我们来说，一家人整整齐齐过日子便是好日子。贵人口中的好日子，我们恐怕无福消受，还望贵人高抬贵手，不与我们多计较。陈耀祖的神色彻底冷了下来，没想到一个小小贱民竟然敢违逆他。这么说你是不想带人过来？听罗村长说贵人是要寻人做妾，我们这批刚落户的村民虽然日子贫苦，却也没有这份高攀的心思，还望贵人理解。你这么推三阻四的，看来本少爷看中的那丫头就是在你们这批人中吧？来人，给我打，打到他愿意为止。家丁闻言提着棍棒围了过来，张根子、赵大义等人迅速地围到村长身边，做出保护的姿态。真当我们好欺负不成？死在老子手里的劫匪不下10个，来呀，让老子看看你们骨头有多硬。说罢，提起棍子率先跟几个家丁打了起来。赵大义、张勇和杨平相继跟上，连看起来文弱的村长都抢了棍子，打得虎虎生风。局势向诡异的方向逆转，原本等着看好戏的罗仁海笑容僵在脸上。陈耀祖眼睛越瞪越大，这哪里是村民，别说是家丁了，悍匪遇见了也得跑吧。30几个家丁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地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你们这群刁民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姑父是县令，信不信我让他把你们都抓起来关进大牢？敢问贵人为何抓人呢？李夫子姗姗来迟，见说话的是一个身着青衫的老头，看起来没有危险。陈耀祖道：他们对本少爷不敬，本少爷想抓就抓。我们已经落了户，是良民，官府抓人得有个正当理由，你想抓便抓，怕是不行。又是一个说话不客气的。陈耀祖十分愤怒，接连吃瘪让他很没面子。他在青阳县横行霸道多年，怎么甘心栽在一群贱民的手里头？我姑父是县令，想抓谁还不是我说了算，到时候你们都得跪着跟我求饶。这么说来，这青阳县竟是你说了算了。那是自然，识相的赶紧把本少爷看上那丫头给交出来，否则本少爷要你们好看。
你吓唬谁了你？想强抢民女不成？你抢一个试试，看能不能走出苍河村。你们好啊，你们等着瞧。倒地的家丁们渐渐的缓过来，慢慢的从地上爬起。少爷，咱们先回去吧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咱们回去好好谋划一番再来。一群废物，臣服好吃好喝养着你们，就连几个贱民都打不过。周围的家丁们被说得抬不起头来，谁能想到一个穷乡僻壤里的村民会这么能打？是，少爷说的是，回去后我们自会去领罚。躲在角落的罗仁海见贵人走了，而且怒火全都转移到了村长几个人身上，心里头松了口气，看来自己这村长暂时是保住了。真是不知好歹，送上门的机会都不知道抓住。村长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罗仁海吓得一个机灵。罗仁海悻悻地闭上嘴，心里头却极其不舒服。凭什么他被打的时候，他的村民们就躲得远远的，生怕被牵连，而杨树林还没有怎么样呢，就有那么多人出来保护着他。同样是村长，差别怎么那么大呀？到我宅子里来吧，这事儿得好好商议一番。众人没有理会罗仁海，跟着李夫子走了。大宅子里，李夫子，他不会真带人来抓咱们坐牢吧？现在知道怕了，刚刚是谁打的那么起劲儿的？我那不是见他叫人打你吧，别人先动手的，咱们还不能还手了。冯氏端了几盆糕点过来，神色有些愧疚。这次的事是冲着我家来的，那个贵人看上的就是我家慕柔。嚯，那死胖子人不咋地，眼光倒是不错呀。咱们村就你家两丫头长得最水灵，当然村长家的兰兰和李大夫家的彩儿也都长得不错。倘若今日咱们真带人过去给他看，说不得兰兰和彩儿还真会被看中呢。众人都点头，还真有这个可能。那个胖子说他姑父是县令，可是这青阳县的县令听说人不错，是个好官，不太像是会纵容亲戚强抢民女的人啊。这个时候宁川刚好送完糕点回来，得知缘由后道：我这几日进城又打听到不少消息，那个贵人叫陈耀祖，是县令夫人的娘家侄儿，有县令夫人遮掩，县令大人并不知道他干的那些事儿。众人恍然，原来如此。县令夫人只有一个娘家弟弟，而他弟弟又只有这么一个独苗，自然是千恩万宠着。这事儿恐怕得县令夫人会出手。无碍。李夫子神情镇定。若真到那个地步，咱们就去县衙对簿公堂去。张根子等人想想也是，冯氏若不点头，陈耀祖就是强抢民女。李夫子可以见官不跪，真到那时，哪怕有县令夫人遮掩，也不敢真拿他们如何。迎川低下头，眸光幽暗了几分。陈耀祖若是来明的，他们自然是不怕，可若是耍阴招，那可是防不胜防。别人他也许管不着，但是动杨家人却不行。如今慕柔并不在村里，他即便带人来强抢，也是没办法的。在场的众人或多或少都成了杨家的恩情，加上又是一起出生入死的情谊，自然不会出卖杨家。放心，他来的时候咱们再打出去，他还敢杀人不成？冯氏闻言心里松快了许多。等到众人走后，冯氏拉着宁川问：婉婉他们在城里过得如何？可还习惯啊？婶子放心吧，他们一切都好，新买的宅子也很宽敞，等到期书办完，婉婉就回来了。好就行，让他别急着回来，多陪陪慕柔。今日之事，他光是听村长他们形容就知道那个陈耀祖不是什么好人。婉婉年龄虽小，但是却也不得不防，在城里多待一段时间，等到风头过了也好。我会跟他说的。他刚要离开，宁涛却叫住了他：宁哥，帮我多打探一下陈耀祖的消息，我要他死。宁川的眼神闪了闪，不敢相信平时软糯乖巧的杨明涛力气竟然这般重。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我知道你也想这么干。同类型的人之间总是有种莫名的默契，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者眼神，他便能够看出来宁川和他有着同样的心思。好，陈府。陈耀祖刚回来便拿着鞭子冲进后院，不时便响起了女人的惨叫声、哭求声。陈母一脸的疑惑，是谁又惹他宝贝儿子不高兴了？陈母招来家丁问话，这一看吓了一跳，怎么个个都是鼻青脸肿的？少爷出了何事？老实交代。家丁三两句说了陈耀祖看中一个乡野丫头的事儿，又添油加醋的说了苍河村那群刁民的各种不敬行为。放肆！
我儿子看中他是他的福气，竟然还敢躲。说罢，心里又高兴起来，难得儿子又对丫头感了兴趣，若是能留下香火，岂不是更好？陈家就耀祖这么一根独苗，自他懂人事起，他便找了不少漂亮丫头进他后院，可是这么长时间了，竟然一点喜讯也没有传出来。陈母赶紧去了后院，陈耀祖打累了，正坐在椅子上休息。地上躺了4、5个遍体鳞伤的女人，衣服都被鞭子给抽开，一条条狰狞的伤口露了出来，好多都是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。还不赶紧滚下去！几个女人惶恐地缩了下身子，相互搀扶着退了下去。没用的废物，陈府好吃好喝的养了他们这么久，竟然连个孩子都怀不上。陈母道，随即又笑得宠溺。儿啊，跟娘好好说说，娘帮你出主意，再不济咱们去找你姑母想办法，可别气坏了身子啊。陈耀祖歇了一会儿，气息平顺后道，娘怎么帮我？我这次去连那丫头的人影都没见着，那群刁民竟然还想打我。反了天了，一群贱民，若没有建州收留，还不知道会死在哪儿呢。那群家丁竟然连群贱民都打不过，白白浪费陈府这么多粮食。儿啊，娘不会让你白受委屈，娘这就去找你姑母去，让她想想办法。陈耀祖等的就是这句话，他故作委屈道，可是姑父一向看不上我，若是让他知道了，岂不是更讨厌我？耀祖，你放心，这事你姑母会替你瞒着，不会让你姑父知道。这么多年，你姑母替你瞒了不少事儿，也不差这一件。那娘赶紧去找姑母，找不到那个丫头我睡不着觉。陈母好久没见自家儿子对哪个丫头这么上心了，心里头十分高兴。嘿，好，娘这就去。县衙内院，县令夫人陈氏看着眼前的陈母十分头痛，每次她找来就意味着她那个宝贝娘家侄儿又闯祸了。说吧，耀祖又闯什么祸事了？大姑母，耀祖这次可没闯祸，他最近乖着呢。那你寻我何事？总不会是想我了吧？他这个弟媳妇儿总是一副小家子样，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哪怕求人办事也不说带点东西上门，小气粗鄙，目光短浅。耀祖最近看上个乡野丫头，想带回来做妾，这也算是好事儿。一个乡野丫头多给他爹娘一些钱财便是了，好好的将人给带回来。他这个侄儿做了不少混账事，前几年糟蹋了不少丫头，原本可以用钱解决，他非得蠢的去杀人灭口，说不是他帮忙遮掩，按照律法都够他死好几回的了。到底是他陈家唯一的独苗，在没有留下香火前，他不能出事。就是钱财解决不了才来找您的呀。他又把人给弄死了？没有，那丫头压根就没找着，怎么会弄死呢？是这样的，耀祖他前几日看中了个丫头，今日带人出城去寻人，可是不但没有找到，还险些挨了打了。那群刁民实在是厉害，听说是刚落户建州的难民，30几个家丁都挨了打。耀祖他没找到人回来，茶饭不思的，我实在是担心，便来寻您给拿个主意嘛。陈氏松了口气，只要没出人命就好。若是陈耀祖真弄死了那个丫头，他家里人闹起来，他又得费老大的功夫遮掩。找不到便找不到，城里多的是漂亮丫头，怎么偏偏就看中一个乡下的？我也是这样想的呀，可是他姑母耀祖这几年对那事儿都失了兴趣了，很少进后院，再这般下去，陈家怕是要断了香火了。陈氏眉心拧紧了几分，这话戳中了他的心窝子。如今他好不容易对个丫头起了兴致，无论如何也得将那个丫头给找出来，万一能延续陈家的香火，那岂不是更好？过几日我叫几个衙役跟着他走一趟，无论如何切记不可闹出人命，否则我也保不住他。陈母自然欢喜，有衙役跟着便能充当官府，那群刁民若不是想造反，便只能乖乖听话。哎呦，我替耀祖谢谢他姑母了，等找着那丫头，我让耀祖带过来给您长长眼，看是不是那个有福气的。娘，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。陈氏的女儿刘念欢闯了进来，见正堂里坐着陈母，连忙收敛神色。哎呦，欢儿，舅母都好长时间没有见着你了，又水灵了，过来，舅母好好瞧瞧。刘念欢的神色冷冷的行了个礼。母亲既有客人，念欢待会儿再来。说罢快步离开了正堂，完全没有要理会陈母的意思。
他姑母没什么事儿，我便先回去了啊。记住我说的话，不可闹得太过，更不能闹出人命来。上头正在查难民的安置问题，我家大人最近都在四处巡查，这事儿涉及到难民，若是闹大了，我是真保不住他。陈母忙不迭的点头应下，随后出了县衙，一出县衙便骂骂咧咧道：嘿，一家子眼珠子全长在天上，瞧不起谁呢？一个丫头片子竟敢给老娘甩脸子，目不尊长，没有家教。县衙后院，娘，是不是那个陈耀祖又闯祸了？一点出息没有，净是惹祸，这回又求你干什么？那是你表哥，别没大没小的。娘，算我求你了，别再管他家那些破事儿了。这么多年你给他擦了多少次屁股了？你帮他们做的那些事儿，要是被爹给知道了，是没有好下场的。我每回见到舅母都心惊胆战，生怕他又让你干什么。陈氏叹了口气，自家闺女如此担心自己，他心里很是慰藉。可是那毕竟是自己娘家，他不管谁管。这次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帮忙找个人。我不管，他家的事你不能再插手了。刘念欢固执的非要陈氏答应下来，陈氏无法，只得装作应下，随后转移话题道：你刚刚说给我带了好吃的，什么东西呀，让你这么高兴？你等会儿。不多时，他便提了个油纸包过来。陈氏来了兴趣，这青阳县的好东西闺女几乎都吃过了，没见他特意打包过啥。娘，快尝尝。不错，在哪儿买的？回头多买一些给你爹尝尝。这是清风楼新出的糕点，数量有限，多少人排队都买不到的。这般难买，那你又是如何买到的？我呀，找着了给清风楼送货的人，跟他买的，价格比清风楼便宜不少呢。这糕点竟不是出自清风楼厨子的手？对呀，送货的那人好像是城外的，口音跟咱们有些不同呢。陈氏眼珠转了转，口音不一样，便不是本地人，恐怕是新落户的难民吧。清风楼这样一份糕点卖多少钱啊？80到100文不等，去得早便便宜些，越到后面越贵呢。这小小的几块糕点便卖出如此高的价格，若是他能得了方子，开间糕点铺子，那岂不是很赚钱？而且卖糕点的人不过是个刚落户的难民，没有什么背景，自己花个10两8两的买个方子，应该不成问题。陈氏打发走了刘念欢，转头便叫了几个衙役过来。去城南，请舅老爷过来一趟。宁川再次进城送货的时候，便被陈府的下人给拦住了。下人们十分不客气。我家老爷请你进府，有事商议。各位还请稍等，我要先给清风楼送完货便来。下人神色不耐，想用强，奈何周遭人来人往，若是闹开了，容易引来麻烦。刘掌柜，这是今日的糕点。刘掌柜眉梢一挑，朝酒楼外头看了看。你可是遇上了麻烦？那陈府估计是看上我们的糕点生意了。掌柜放心，方子在东家手里，他们找我没用。还请掌柜的帮个小忙，我待会儿便跟他们去一趟陈府，若是午时还未出来，还要劳烦掌柜派人去接我一趟。刘掌柜的点头，这关乎到清风楼的生意，而且接个人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宁川出了酒楼，跟着陈府的下人进了陈府。清风楼的糕点可是出自你的手？是。你这糕点方子我看上了，你是自己交上来呢，还是我让人抢呢？若是抢，到时候伤了残了，可就不敢保证了。陈老爷说笑了，这方子早就卖给清风楼了，且立过契约，不得再卖与别处，我又如何能做得了主？放屁！方子卖了，怎么他们清风楼不自己做，要你每天送货过来？这个糕点的工艺实在复杂，需要特定的炊具和炉灶。清风楼虽然买了方子，短时间内却也建不好那些东西，只能由我们先替他们做着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我如今对于清风楼来说极其重要，因为他们建好炉灶后，需要我手把手的教会如何制作糕点。这不会是你的推脱之词吧？陈老爷若不信，可以等等，不出午时，清风楼便会派人来寻我。虽然说方子即便是给了出去，没有特定炉灶也做不出来，可是清风楼也不愿看着方子泄露出去，不是？究竟是何种炉灶，竟这般费事？宁川暗暗勾唇，我听说陈老爷的姐夫是县令大人，县令大人是个好官，时常为民奔波，我们这群难民能顺利落户，也多亏了县令大人。
即使县令大人的亲戚，那这方子给出去也是无妨，只是修建特定的炉灶需要时间，若是陈老爷愿意，便允许我时常出入陈府监工，如何？这一番吹捧虽然说的不是他，但他作为县令亲戚也是与有荣焉的，只是还有些许怀疑。不多时，清风楼果然来接人了，陈老爷便彻底信了宁川的话，也答应了他可以出入陈府。此事还请老爷保密，毕竟违背了跟清风楼的契约，我进陈府时也得需要小心谨慎，省得被有些人给发现了。陈老爷点头，很是高兴宁川能如此识相。城北，新买的宅子和马车的契书已经全部办好，杨婉高兴地将契书放进空间里。正巧宁川也找了过来，契书已经办好了，我今日便可以和你一起坐马车回村了。婶子说让你在城里多住几天，多陪陪你姐姐，不用急着回村子。村里可是出什么事儿啦？宁川刚想说什么，却被杨婉给打断了。你不用瞒我，我若想知道，有的是办法。宁川只得实话实说，末了又道：那个陈耀祖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这几日恐怕会有动作，婶子便想让你们在城里头躲躲。杨婉点头，你会驾马车吗？会一点。那走吧，早些回村。仓河村见有马车进村，不少村民出来围观。哎呦，这又是哪个贵人呐？在他们印象里，只有地主以上的贵人才坐得起马车呢。不是什么贵人，这是我家新买的马车。不是他高调，实在是本地人太过排外了，太看不起人了，总爱给他们这批新来的村民使绊子。与其被人看不起，那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展示一下财力好了，以后再想欺负人就得掂量一下了。看吧，他神气的，有马车了不起呀？就是，也不知道背着咱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买卖，这马车哪是一般人买得起的？他会不会攀上什么贵人了吧？他们的话一字不落的落进杨婉的耳里。宁川拧眉，扭头冷冷地看向那群本地村民，人群渐渐地收了声，表情悻悻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能买得起马车的人，即便是新来的，也不是他们能比的。不用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有朝一日他们会上赶着求过来，如今不过是无能狂怒罢了。二人刚回到阳宅，将马车安置好，村里便来了大批人。打头的是6个身穿青袍的衙役。村长见状，赶紧让人去请李夫子，随即吆喝一声，壮劳力们纷纷地从屋里跑了出来。两拨人相对而立，气氛颇为凝重。陈耀祖这下子有了依仗，更是嚣张跋扈了。给我挨家挨户的搜，不把那小羊皮找出来，老子还就不回去了。你们不能搜，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是犯了律法的。县衙的人在这儿呢，他们都没说什么，轮得到你们定罪？我们自落户以来没有犯任何事，你们凭什么搜？官府哪怕要搜，也得有县令大人下的搜捕令才行，否则我们说什么也不允许。放肆！你们要造反不成？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给我把他们抓起来！那6个衙役神色为难，他们不过是听县令夫人的话跟着走一趟，可没说要抓什么人呢。而且他们也确实没有县令大人下的搜捕令。见几个人迟迟不动，陈耀祖着急了。你们再不动，信不信我回去让姑母辞了你们？几个衙役无奈地上前跟村长交涉。陈少爷不过是寻人，还请阁下行不方便。官也有所不知，陈少爷寻人是想强抢民女，这一等恶事，想来县令大人不会纵容。几个衙役也是颇为无奈，县令夫人便是趁着县令大人外出巡视的功夫，让他们跟陈耀祖出来的。跟这群贱民废什么话呀？你们身上的刀是摆设吗？不听话的给小爷砍！衙役们苦着脸，左右为难，索性头一偏不管了。反正县令夫人只说跟着走一趟，可是没说要干点啥。如今难民的民生问题揪得紧，若真是弄出事儿来，他们可担不起。陈耀祖咬牙，暗暗记住这几个衙役的面孔，回去非要告一状不可。陈耀祖这次带来的家丁都是替陈家干了不少阿杂事儿的，手里头也出过人命。少爷，您坐马车离多远一些，免得我们动起手来伤了你。在他看来，这群村民不堪一击，壮劳力不过30几个人，还没有他们人多，不足为惧。杨婉和李夫子赶到的时候，两拨人都已经打了起来。杨婉看了一眼，自家村民没有吃亏，便松了口气。李夫子来到衙役跟前，客气的道：官爷可知陈少爷这次来的目的？不知，县令夫人只让我们跟着走一趟，并没有说为了何事。陈少爷前几日便来过一趟，想要强抢民女，幸得这群村民阻拦，才没有得逞。如今带上各位官爷前来，不过想照官府的事。倘若真让他将村里女孩们带走，我这把老骨头
定要去寻县令大人辩个一二。届时几位官爷今日做的事儿，变成了青阳县县衙的污点，县令大人定是要重罚的。几个衙役神情一凛，虽然说县令夫人定然会为他们遮掩，可是总有个万一不是？不知阁下是？我跟他们一样是新落户的村民，不过是多了个秀才头衔。几个衙役大惊，青阳县的秀才可不多，县衙都有记录在册，县令大人很是重视，时常跟他们走动。一般人见县衙报案兴许是困难，可若是秀才老爷，那是可以跟县令大人坐着聊天的人呐。若是他想报案，县令夫人还怎么拦？凭什么拦他？